听说这诰命夫人最初只是个落魄伯府的庶女，嫁的也不过是个穷书生，没想到夫君争气成了首辅，连带着她也飞上枝头变凤凰，被封了诰命夫人，真是命好。可不是嘛，她的嫡姐本来嫁给将军府小少爷，一辈子荣华富贵，可没想到顾小少爷没多久就战死沙场了，将军府也落败了，都是命啊！凭什么？我只是个低贱的庶女，凭什么你过得比我好，还能被封为一品诰命，而我却要在这冰天雪地里要饭？凭什么？江云舒，你去死吧！云舒，你虽是我安平伯府的女儿，但毕竟是个庶出。这柳家虽说是个穷书生，但好歹也是个清白人家，人也算进去。竟然没死！你莫要肖想不属于你的东西，更不能和你姐姐比。婚书，轮到我重生了，这是5年前议亲的日子。娇儿，这将军府的婚帖……不，我要嫁给柳谦。那顾星兰，谁爱嫁谁嫁！抢婚书，看来她也重生了。娇娇，你是不是得了失心疯了？胡说什么胡话！你到底在闹什么？将军府的亲事可是我费尽心思才求来的。母亲，听我说。作孽呀！来人，请大夫！母亲，你听我说，这等骇人听闻的话，你让我怎么信你？母亲若是不信，就在家让下面的人探查消息，到时候你就会知道。小姐，大小姐平日里眼高于顶，恨不得用鼻孔看人，今日怎么会放着好好的将军府不去，非要抢那穷书生的婚书？其中肯定有诈。云舒，婚事一事，容母亲再考虑考虑，明日母亲再给你答复。我那好姐姐觉得那是火坑，所以急着往外跳，可她忘了，这世上的路从来不是看开头有多风光，而是看怎么走。江云娇，你只看到柳谦最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不知他那一篇篇精彩绝艳的策论，有一半是我通宵达旦替他捉刀。你不知他在官场跌宕时，是我呕心沥血为他谋划。这一世，我倒要看看，没有我，柳谦如何成为当朝首辅。小姐，可将军府……放心，你还不信你家小姐吗？说不定将军府是个好去处呢。母亲，你快管管兰儿吧！我给他请了京城最好的教书先生，专门教他四书五经，甚至把家里的兵器库都落了锁。可他仗着祖上恩义的千户身份，非要主动请缨上战场。这刀剑无眼，他若是伤了，让我这当娘的怎么活？好了，快别哭了。兰儿是武将世家的种，骨子里带着血性，压是压不住的。可咱们将军府代代男儿，最后都落得个马革裹尸的下场。我怎么忍心眼睁睁看着他走上这条不归路啊？我已经托人去安平伯府提亲了，等兰儿娶了妻，成了家，有了牵绊，自然就安稳下来，不再让咱们操心了。最起码也能给咱们将军府留下一丝血脉传承。不好了，小少爷他在战场上遭敌夜袭，受了重伤。你说什么？敢问大夫，兰儿伤得严不严重？命保住了，但是小将军伤了根本，只怕以后会影响子嗣传承。夫人，
将军府虽然把消息封锁的死紧，但老奴还是打听到了，顾小少爷前天确实是被抬着回京的。听说他伤了下山要害，这辈子怕是都不能人道了。竟然明日京中便会传出顾星来受伤不能人道的消息，竟然全让娇娇说中了。母亲，现在你总该信女儿了吧？那顾星兰就是个不能人道的废物。可顾家如今还没有败落，江云舒那个贱人一向心思深沉，要是我们贸然提出换妻，肯定会起疑心不肯换的。娇娇莫慌，李嬷嬷传我的令，把咱们府里对外的嘴都给我封紧。谁要是敢在二小姐面前漏了一个字，直接发卖出去。江云舒那蹄子平日里再怎么稳重谨慎，她也有个致命的死穴，她的同胞妹妹江云禾，只要拿捏住了江云禾，由不得她不答应。来人，去把二小姐请来。母亲，您不知道，昨儿个诗社小聚，听闻王家大姐姐出嫁到了寒门，夫家穷得连个伺候的婆子都买不起，可怜她那亲妹妹在京城受了作践，做姐姐的连个撑腰的帮手都差遣不过去。都说姐妹之间要互相扶持，可若没有一家子能撑得起门庭的婚事，日后家里姐妹真遇上难处，怕是连个能说话的地方都没有。有意思，看来是要跟我换亲了。妹妹，女儿家终究要寻一门好亲事，入了高门才不算委屈了自己。若像那王家大姐姐那样，不仅自己受苦，连带着娘家的亲妹妹都没人照拂。若能嫁入将军府，手里有了权势和银钱，大张旗鼓的差人去照顾妹妹，谁敢瞧不起？姐姐说的是，若是妹妹嫁给柳公子后受了欺负，得仰仗姐姐帮帮妹妹。云舒啊，娇娇一听说这事儿就来找我，不忍心看你嫁去那穷酸寒门受欺负，执意要将将军府的婚事让给你，自己去嫁那柳谦。娇儿这是疼惜你，你那亲妹妹云禾正是需要照顾的年纪，你若成了将军夫人，还能更好的照看她。这换亲一事，母亲便替你做主了。母亲，这婚姻大事乃是父亲和您早就定下的，姐姐将如此大好姻缘让给我，云舒心中惶恐，实在是不妥啊。妹妹，你就别推辞了，难不成你不想早点让云禾过得好？这将军府的泼天富贵，以后可全都是你的了。既然母亲和姐姐都是为了我和云禾着想，那云舒便听从母亲安排。江云娇、夏氏，你们以为用云禾就能威胁换嫁，正合我意。二小姐，三小姐要是知道您拿到了将军府的婚书，这病肯定能好大半儿。这上好的人参，也是她一个不受宠的庶女配吃的，乳母那儿还不够用。你就不怕二小姐知道了吗？二小姐来了也一样，她马上就要嫁给那个穷书生了，拿什么给三小姐撑腰？这以后的日子，指不定过得连我这个嬷嬷都不如呢。你敢打我？我可是主母身边的人。打你还需要挑日子吗？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乃将军府顾少爷的未婚妻，未来的将军府少夫人。打你一个刁奴，主母敢说半个不字吗？二小姐饶命，老奴错了，是我瞎了狗眼，老奴再也不敢了。来人，张嬷嬷窃取主子财物，手脚不干净，即刻发卖出府。都给我听好了，谁要是再敢欺负怠慢三小姐半分，就是跟我这个未来的将军夫人作对，下场就跟她一样。前世我汲汲营营，花了数十年才熬成首府夫人，却错过了教导关心云禾的最佳时机，眼睁睁看着她被算计，所嫁非人。云禾别怕，有姐姐在，定护你一世周全。江云舒，张嬷嬷可是母亲的陪嫁嬷嬷，你算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贩卖她？张嬷嬷窃取财物，证据确凿，罪有应得。
姐姐若是觉得我发卖的不对，大可现在就去找父亲理论，看看父亲是护着一个贼，还是护着我这个准将军府少夫人。将军府少夫人，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那将军府现在算个什么东西？顾星兰毫无本事，不过是个在战场上伤了根本的废物。你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呢。我什么都没说。大夫，您是医中圣手，您给个准话，兰儿这伤到底有没有法子治？夫人呐，这战场刀剑无眼，小将军伤在要害，老朽只能尽全力开方子调理，让他恢复健康。但夫人还是要早做心理准备，接受现实啊！立刻封锁府内一切消息，绝对不能让外面的人听到半点风声。若是谁敢多嘴，直接打死不论。不好了，小少爷身体受损的消息，不知怎么的，已经在京中传开来了。你说什么？现在消息都传遍京城了，安平伯府那边听了信儿，肯定是要来退亲的。这可怎么办啊？星兰这副身子，将来又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他？给我查，到底是谁泄露的消息？小姐怎么办啊？现在京中都是顾小少爷不行的传闻，您嫁过去岂不是守活寡？难怪大小姐要跟您换亲，果然是没安好心。我要的就是嫁给顾星兰，只有他们觉得将军府是火坑，我才能从父亲和主母手里名正言顺的拿到更多的东西。父亲、母亲，求你们为女儿做主啊！这一大早的像什么样子？女儿先前并不知那顾小少爷的情况，稀里糊涂就被母亲和姐姐哄着换了婚帖。如今全京城都传开了，他们这是要逼我去死啊！我誓死不嫁！胡闹！婚书收了，岂能说不嫁就不嫁？是啊，云叔，这顾家的婚事于咱们家也算不上体面。顾小公爷再怎么说也是将门之后，既是难得的姻缘，那姐姐为何要与我换？我那是怕你在柳家受委屈才跟你换亲的，而且你自己也同意了。那是因为我不知道真相。姐姐，你如此急着换亲，难道不是早就知道了消息，存心害我？父亲，女儿服薄，自知高攀不上将军府，若是要女儿嫁过去受辱，女儿宁愿一辈子留在府里教导云禾，或是去做个女官。胡说什么？云禾哪用得着你教？我这就吩咐下去，给云禾找京城最好的女师，再拨6、7个得力的嬷嬷侍女过去贴身伺候。母亲仁慈，只是云禾那个偏院逼仄潮湿，连转身都困难，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伺候的人呢？那就让她住我的院子，反正我很快就要嫁去柳家了，那院子空着也是空着，我让给她住。即便有了这些，女儿终究是个庶出。顾家现在落了难，顾小少爷必会觉得我是看轻了她。嫁过去后，他若将火撒在我身上，女儿又没个像样的嫁妆傍身，日子可怎么过呀？你放心，将军府送来的聘礼，府里一分不留，全给你带回去傍身。我再从宫中给你出一份丰厚的嫁妆。去，把老太太当年留下来的那套点翠嵌宝的传家头面拿出来，给云舒添妆。不行，我不同意。她不过是个低贱的庶女，凭什么配得上这么贵重的东西？老爷，那可是原本留给娇娇出嫁压箱底的。够了！你们若是想要，那便让娇娇嫁给顾小少爷好了。那这件事就按我说的办。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多谢父亲。为了家族颜面，为了伯府上下，云舒愿意嫁入将军府。祖母今日将我们都叫来，怕是为了星兰退婚的事吧？谁说退婚了？刚得了准信，安平伯府二小姐江云树愿意嫁过来。这怎么可能？媳妇儿的意思是，这样会不会太委屈那江家大小姐了？你说的对，江家女重情重义，我们绝不能委屈了人家。传我的令，准备双倍的聘礼，到时候吹锣打鼓的送去，给足江家面子。
去安排下送聘礼那天，我也要去凑凑热闹。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岳母大人，这是小婿的一点心意，几匹细布和2只家亲，还望岳母笑纳。拿这点破烂玩意儿来充门面，还没我平日里打赏下人的东西好。岳母教训的是，小婿家境贫寒，但这心意是实打实的。日后若是小婿高中，定当好好孝敬您和伯父。就这唯唯诺诺的穷酸样，哪有一点未来首府的影子？娇娇该不会是弄错了吧？娘，将来他可是要做首府的人，您不要这样。行了，送进去吧。这穷书生当真是敷衍。本少爷若不是好奇那江云舒究竟是个什么路数，才不会拖着这副病躯跑来看热闹。成亲，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亲。军府这是把半个家庭都搬来了吧？箱子真漂亮。各位大哥一路辛苦，快喝口茶歇息片刻。少爷，这江家二小姐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主母和嫡姐一样，也是个嫌贫爱富、心机深沉的。闭嘴，对你未来主母放尊重点。你看那柳公子，一个读圣贤书的，还不如将军府的粗使下人懂礼数呢。贱婢，你笑什么？姐姐，这婚事是你自己千方百计选的，现在觉得丢了面子，怎么拿下人撒气？既然你后悔了，不如现在就换回来。我这未来娘子还真是伶牙俐齿，机灵得很啊。少爷，您听见没？江二小姐说要换回来了，看来她对您这门婚事也没多满意啊。谁后悔了？柳郎对我娘百般殷勤，那是看中我，才想着讨好我家里人。你嫁去将军府那种高门大户，里面的人惯会捧高踩低，人情冷漠，你以为他们会真心对你？怎么有这么多？前世明明没有这些稀罕的东西，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江云舒那个贱人，凭什么得到这些？不过都是些寻常物件，这种廉价物件对咱们伯府来说太普通了，也就只有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才会当个宝。放肆！你喊什么？你不过就是一个下人，而我是安平伯府的嫡女，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像你们这样的贱民，本小姐就算当众训诫，又有谁敢说半个不字？哦，是吗？你想训诫谁？顾星兰，她怎么会在这儿？上一世她可没来，明明该在将军府养伤才对。按我朝律法，当街残害良民者，当处杖刑60。况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本少爷竟不知这安平伯府究竟是有多大的权力势力，竟敢藐视皇上定下的规矩，说出当街训诫也受不了惩罚的混账话来。误会，这都是误会啊！娇娇年纪小，一时口不择言，还请顾将军见谅。混账！还不快给我滚去祠堂跪着！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出来！原来蔑视皇家律法，只需要跪着就能了事。顾将军，我江家绝无此意呀！来人，把大小姐带去祠堂，家法伺候。老爷，还有你，也给我滚去祠堂跪着！江家果然家教甚严，再有下次，我绝不轻饶。顾小少爷，请留步。江大小姐有何贵干？刚才在府门口，多谢顾小少爷出手解围。不必道谢，我帮我自己未婚妻说话，理所当然。江小姐想必也知道顾某在京中的名声，为何还要选择嫁给我？顾小少爷刚刚应该也能看出来，我们家是个什么状况。难道你就不担心自己费尽心机跳出了狼穴，却又一头扎进了虎窝吗？是不是虎窝，总要亲自试了才知道。哪怕是刀山火海，也总好过在这里任人宰割。好胆识，江大小姐，我们结亲之日再见。
就别白费力气了。主母有令，府里丢了御赐的贵重物件，在没搜查清楚之前，你们今天休想从这扇门里走出去半步。小姐，这可怎么办？迎亲的队伍马上就要到了，若是耽误了大婚，外面指不定传出多难听的话来，你以后的处境可就更难了。夏氏这是要逼我当众出丑，不过他打错了算盘。你过来，按我说的做。这吉时都快过了，里面连个通传的人都没有。这金家二小姐该不会是突然悔婚了吧？是不是虎窝，总要亲自试了才知道。哪怕是刀山火海，也总好过在这里任人宰割。他不会，看这情形，八成是碰上什么棘手的麻烦。走，随本少爷进去，我倒要看看谁敢阻拦我将军府的婚事。莫小少爷，这里是内院女眷居所，外男不得擅入。今日是大喜之日，您若是硬闯，怕是不合规矩。让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莫小少爷，大喜的日子不能见血啊！顾新兰，接着我！看傻了，先放我下来。去，把本小姐用来垫脚的那张红木桌子搬回屋里去。春露，我们走。少爷，咱们这位少夫人还真是与众不同啊！这还用你说？我夫人自然是与众不同，万里挑一的。走，拜堂去。江云舒，你嫁得再高又如何？我可是嫡女，按规矩，你得跟在我的轿子后面出门，这辈子你都注定要被我压一头。他不是想出风头吗？我让他出个大的。看来今日只能由妹妹先出门一步了。姐姐，你慢慢爬。江云舒，这只是个开始，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不知这辈子嫁入将军府，究竟会面临怎样的境遇？但无论如何，我江云舒都一定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新人跨火盆，踩瓦片，去旧迎新，岁岁平安。糟了，竟是刚才翻墙的时候用力过猛，把鞋跟弄得有些破损了。若是此刻跨火盆，稍有不慎便会摔得难看。哎呦，弟妹这是怎么了？这脚跟生了根似的，莫不是嫌弃我们将军府的火盆不够旺？还是说心里头对这门亲事还是有怨气，嫌我们将军府门槛太高，不敢迈呀？无妨。夫人莫怕，我虽然未曾痊愈，但这把力气还是有的。我的天哪，大小姐，这将军府也太气派了吧！光是咱们这新房就比伯府主母的还要大。您看这八步床，这上好的金丝楠木桌椅，还有满屋子红绸的料子，简直不敢想有多名贵。
要是让大小姐知道咱们在这儿过得这么好，样样都是顶尖的，她那后槽牙估计都要酸倒了。她以后流泪后悔的日子还在后面。什么破地方，连个像样的软榻都没有，用的什么劣质木头做茶杯，竟然连个瓷杯都用不起。我堂堂国府嫡女，凭什么要在这儿受这种穷气？娇娇，咱们家境虽贫寒，但这墓碑结实耐用。既然你已经嫁过来了，咱们就好好过日子。早些歇息吧，明日一早你要给母亲敬茶，还得帮母亲生火做饭、操持家务呢。滚开！别碰我！让我去伺候那个香烟老妇，做梦！江云娇，新婚第一天，你若是闹得家犬不宁，小心明日传出去，被街坊四邻和全京城的人当成大笑话。笑话？谁会笑话咱们？你放心吧，今晚过后，全京城最大的笑话只会是将军府的那位新少夫人。上一世就是在大婚之夜，将军府的老夫人突发疾病，顾星兰直接抛下我离开。第二日，她竟然还从老夫人那儿带回来一个妾室，害我沦为全京城的笑柄。这一世江云舒，你就好好替我尝尝这守活寡被冷落的屈辱滋味吧。二少爷，奴婢伺候了老夫人这么多年，心里只有您。可奴婢知道，以奴婢低贱的身份，便是个通房丫头都不配。放肆！区区一个奴才竟敢在此肖想主子，简直是乱了我将军府的规矩，这就叫人把他发卖了。夫君息怒，若是新婚第一夜，星南就纳一个丫鬟为妻，他那本就不好的名声可就彻底完了。他名声越臭，这将军府的爵位不就越稳稳落入您的手中？夫君先回去歇息，这些事情交给我来处理便是。是谁在那儿哭哭啼啼？站住！你若敢跑，我现在就去禀明老夫人，说你萧响主子有辱门风，直接将你乱棍打死，以正府里的风气。大少夫人饶命，奴婢知错了，求您别告诉老夫人。好孩子，别害怕。之前我常听老夫人夸你，今日一见，我倒是敬佩你这番敢爱敢恨的情谊。你与星兰也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你这样的好姑娘才配得上星兰。大夫人说笑了，奴婢怎么会与小少爷相配呢？你看看那个江云舒，不过是个破落伯府里不受宠的庶女。说到底，她的身份地位哪儿比得上你这将军府里体面的大丫鬟？像她那样的下贱胚子都能做星兰的正妻，你为何连个侍妾都做不得？奴婢愚钝，还请夫人明示。这一瓶是能让人突发咳疾的药，另一瓶则是解药。只要你在老夫人的安神汤里下一点点，星兰至孝定会抛下那庶女赶来。到时老夫人的病由你治好，这救命之恩加上老夫人的偏爱，你顺理成章便能成为星兰房里的人。万万不可啊，大夫人！老夫人对奴婢这么好，奴婢绝不会害老夫人的。你放心，这药只会让老夫人生个小病，绝不会伤及性命。素月，路我已经给你指了，你若是不做，你被罚是一回事，可你还有府外的家人。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小姐放心，奴婢早就准备好了，保准管用。我让你去厨房准备一桌好酒好菜的席面，你给我准备一幅春宫图做什么？再说了，顾星兰都不行了，她用得上这玩意儿吗？让她看见岂不是仙人伤疤？大小姐，这可是奴婢花了重金，特意去市井上淘来的特殊画本，里面的东西，就算是少爷如今这样，你们二人也绝对能用得上。你这死丫头脑子里整天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别打开！你一个世家小姐，怎么能看这种不知廉耻的东西？如果我说这不是我的东西，你信吗？不是你，难道是春露的吗？
他若不是奉了你的命令，又怎会拿这种东西？春木，外头好像有嬷嬷在叫奴婢。少爷少夫人早些休息，奴婢先告退了。真的不是我。知道了。不过你要是真的好奇，我也能陪你试试。夫君耳朵都红了，好可爱。若是夫人需要，为夫定当负全力配合。好啦，逗你的。反正你伤了身子，又不能针对我干什么，有什么可害羞的？你放心，我既然嫁给你了，就绝对不会嫌弃你不行的。谁告诉你我不行的？江云舒，我今天非得让你知道我行。二少爷，不好了，您快去主院看看吧，老夫人出事了。二少爷，老夫人咳气又犯了，这回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吃了平日里常备的药也根本止不住，刚刚都有些卡血了。咳血？云舒，祖母救急来的秋千，我必须过去看看。今夜委屈你了，你先歇息。果然还是来了。上一世，江云娇在回门那日就百般抱怨，说顾家老夫人生病也不挑个好时，故意影响他们新婚夫妻恩爱。夫君，百善孝为先，祖母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我是顾家的媳妇，岂能坐在这里不管不顾？我和你一起去。你们怎么把星兰叫来了？我不是早就交代过不许去打扰二少爷吗？祖母，您可是我们将军府的主心骨，您出了事儿，做子孙的哪能装聋作哑？星兰从小最是孝顺。再说了，二弟妹既然嫁进了我们将军府，自然是识大体明事理的，总不会是个没度量、小心眼儿，在新婚夜争风吃醋的人吧？大嫂说的是，祖母安康便是顾家最大的福气。云舒虽刚过门，却也知晓长幼尊卑、孝道大过天的道理。倒是大嫂西前侍奉，深夜在此操劳，云舒身为弟妹，往后定当向大嫂学习学习，绝不丢了将军府的脸面。弟妹果然是读过圣贤书的，伶牙俐齿。好孩子，委屈你了。这新婚夜本该是要和心腹一起过的，我这老婆子真是拖累你们了。怎么会委屈？云舒敬仰祖母已久，拿多少新婚夜来换云舒都愿意。好孩子，是个明事理的。星兰能娶到你是她的福气，既然来了，就安心在这儿一起侍奉祖母。祖母的情况到底如何？太医怎么说？回二少爷，这回的咳症来得比以往都要凶险严重，奴婢们已经伺候老夫人喝了太医开的方子，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想必是老夫人晚饭后在院子里坐了坐，起风时受了寒才会咳嗽不止的。这可正是旧伤，往日受寒之时想特制的药给它压制，今日却毫无作用。祖母，这是怎么回事？我祖母的身体向来是张太医负责调理的，张太医呢？张太医怎么没来？回二少爷，张太医今日恰好被宫里召唤，实在赶不过来，大少夫人便赶紧派人请了这位刘太医来顶替。二少爷息怒，下官仔细看过张太医留下的脉案，深知老夫人常年患有咳疾，下官考虑到老夫人年岁已高，身体受不住虎狼之药，因此只敢开了些温和平缓的方子。二少爷，奴婢见老夫人咳得实在厉害，想起奴婢家中曾有一个专门治疗咳嗽的土方子，奴婢斗胆熬了这碗药汤，求老夫人试一试吧。这个药没什么问题，眼下也没其他的解决办法，既然是偏方，或许可以一试。既然如此，那就先试试吧。感觉胸口顺畅多了。回老夫人，这土方子只能暂时止住咳血，治标不治本，后续还是得靠太医好生开方调理才行。哎呦，这可真是多亏了这个机灵的丫头，要是没有你这碗药，老夫人的病指不定会恶化成什么样呢。你可是我们将军府的大恩人。素月啊，你这次立了大功，既然你帮了我老婆子，不管你想要什么，只要是合理的要求，我将军府都定会满足你。素月，你听见没？不管是你想重归良籍，求取金银财宝，庇佑家人，还是想找个如意郎君，只要你张口，老夫人定会为你做一切。老夫人，奴婢自知蒲柳之姿，福泽浅薄，只求能有一处安身立命之所。奴婢不想离开老夫人，也不求什么金银财宝。
奴婢斗胆，求老夫人恩准，让奴婢给二少爷做个侍妾。日后奴婢必定依旧当牛做马，伺候少爷和少夫人，也能留在老夫人膝下继续尽孝。果然来了。前世江云娇就是在回门时告状，说顾星兰半点面子都不给。大婚当夜就收了个青梅竹马的妾室，原来是因为他呀！哎呀，真是看不出来，素月这丫头竟然对二弟情根深重。不过是做个妾，瞧这丫头委屈的，想必祖母您老人家看在她救命之恩的份上，一定会……不行，我不同意。素月，你救了我，我顾家记你的恩，你要偿的。哪怕是给你找个高点的出身，奇珍异宝1000两黄金，顾家都给得起，唯独这件事绝对不行。祖母说的对，素月，我顾星兰这一辈子心里只会有我夫人一人，绝不需要任何妾室。你趁早断了这份心思。祖母、二弟，你们切莫动气，素月丫头到底也是老夫人的救命恩人，这要求放在高门大户里，也实在算不上过分。老夫人刚刚才当众许诺，什么要求都答应。若是如今反悔传了出去，别人定会议论我们将军府言而无信，这可是有损咱们将门的名声啊！名声？我顾星兰行得正，坐得端，何惧流言蜚语？大嫂不必多言，我此生只爱云舒一人，绝不纳妾。他对我竟然如此情深意重。天下男人都一个样，江云舒，你可千万不能被这些表象骗了。既然大家都拿不定主意，这件事不如就交给我来处理了。毕竟这关系到夫君纳妾、后院安宁，我身为他的妻子，处理这种内宅事务最是名正言顺。你莫非是想跟我纳妾？不，闭嘴！罢了，既然云舒都这么说了，那这件事交给他来定夺，都散了吧。坏了，他该不会真的贤惠大度到要给我纳妾吧？奴婢知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我就知道夫人心里有我，绝对不会给我纳妾的。夫人，你让我进去啊！你把我关在外面，你让我今晚睡哪儿啊？看来少爷以后在这将军府里，怕是要负刚不振了啊！大少夫人，眼线回禀了。二少夫人将素月那蹄子带进屋里，也不知单独说了些什么。没过多久，就见素月捂着脸，哭得肝肠气断的跑回下人房去了。这还不简单？新婚夜，夫君险些被个丫鬟勾走，江云舒那是安平伯府出来的，能咽下这口气，定是摆出了主母的款儿，在屋里狠狠发落，搓磨了那丫头一通。那咱们接下来，素月那丫头如今算是把二房得罪死了。老夫人虽然宠她，但出了这档子事儿，心里难免有疙瘩。她现在正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只要把她彻底变成我手里的一把刀，以后在二房那边，咱们就有的是好戏看了。请母亲和祖母喝茶。云舒啊，昨日新婚本该是个大喜的日子，可昨晚主院闹了那么一出。我听说你散去后，将素月那丫头单独带回了屋里，这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回母亲，儿媳昨日与素月姑娘推心置腹的聊了许多，把其中利害、后院规矩都与她掰扯碎了讲。只是她，她到底年纪还小，只盼着她能早日想通，莫要钻了牛角尖，辜负了祖母的一片心思。祖母、母亲，无论如何，我都会对云舒好的。我心里的人，永远只有她一个。祖母、母亲，你们千万莫要为这等内宅小事伤了神。要怪，也只能怪儿媳刚进门，许多事做得还不够周到。胡说！你这孩子就是太委屈自己了。星兰能娶到你，那是她8辈子修来的福气。星兰对我很好，看见没？我夫人都这样说，你们就放心吧。就你这么个性子，云舒愿意和你在一起，你就偷着乐吧。我顾家何其有幸，娶了你这么个通情达理的孙媳妇儿。云舒，从明日起，你便随我一同看账本，学着打理家事，尽早接管钟会。儿媳多谢母亲信任，定当尽心竭力。云舒，你且过来，这是老婆子当年出嫁时大长公主赏赐的家传玉镯，今日老婆子便将它传给你。往后谁若是敢在这府里给你气受，老婆子第一个不饶他。
哭得肝肠气断的跑回下人房去了。那个老不死的老太婆，当真是瞎了眼！那么好的家传宝贝御赐的镯子，说给就给那个新进门的贱人，凭什么？嫁进来这么多年，连那镯子的边都没摸着。大少夫人，你消消气，莫要气坏了身子。还有那个大房那个贱人，平日里死死占着管家权不放，跟防贼一样防着我。如今江云舒一进门，倒上赶着要把管家权交出去。江云舒那个注定无后的绝户女，她学什么管家？呸！生不出儿子的贱货，也配执掌将军府？大少夫人慎言啊，小心隔墙有耳。我就是恨江云舒那个贱人会装模作样，几句话就把那两个老家伙哄得找不到北了。去，把素月那丫头给我叫进来。我可怜的素月丫头，快让大嫂瞧瞧，昨儿个你在那江云舒屋里受了天大的委屈吧？大嫂听说了，心里都替你疼得慌。那江云舒不过是仗着娘家的事，根本没把你这个救命恩人放在眼里，什么正妻的款都往你身上砸。要我说，你伺候老夫人这么多年，又懂二弟的所有喜好，论情分，论了解，你才是最适合待在二弟身边照顾他的人。那江云舒他懂什么？大少夫人，可二少爷如今被他迷了心窍，奴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傻丫头，别怕，大嫂如今这里还有一个万无一失的绝妙法子能帮你。只要事情办成了，二弟的正妻之位迟早是你的，就看你愿不愿跟着大嫂干了。奴婢愿意，只要能得到二少爷，大少夫人让奴婢做什么，奴婢都绝不推辞。把云禾叫来，就让他坐这儿。她如今是将军府少夫人的亲妹妹，切不可再薄待了。若是让顾小少爷回门时看出咱们慢待了他，怪罪下来，咱们伯府可担待不起。父亲，您就别白费心思了。顾星兰今日是绝不会陪江云舒回门的。你这丫头胡说什么？今日是云舒回门的日子，顾星兰怎么会不来？父亲有所不知，将军府里有个仗着老夫人宠爱，名义上被抬了妾的丫鬟。今日这大好日子，那丫鬟可是要大闹将军府的。江云舒自己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还有脸带顾星兰回来？这等将军府内宅的隐秘之事，你是如何知晓的？少夫人，求你给奴婢一条活路吧！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拦本小姐的车？哎呀，二弟妹，这丫头可是老夫人身边的红人，这事儿闹的，我看今日这一时半会儿是解决不好。要不，二弟妹你还是自己先回门吧，免得误了吉时。凭什么让我自己回门？明明是顾星兰对不起我，大婚之夜就惹出这种烂桃花。我若是自己一个人回去，还不得被全京城的人笑话死？少夫人明鉴，奴婢不求二少爷对奴婢有几分真心，奴婢只想要个光明正大的身份，留在将军府，留在老夫人身边伺候啊。父亲放心吧，江云舒今日定会像个丧家之犬一样，一个人灰溜溜的回门，然后他就会成为整个京城茶余饭后最大的笑话。江云舒，我上辈子在将军府吃的那些暗亏，受的那些屈辱，这辈子我要你千百倍的好好偿个病。少夫人，求少夫人开恩，给奴婢一条生路吧！奴婢什么也不求，只要能留在二少爷身边伺候，奴婢什么都愿意做。求您成全奴婢吧！哎呦，素月丫头，你这是做什么？哭哭啼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二弟妹怎么苛待你了呢。弟妹啊，大嫂可是过来人，最懂你心里的弯弯绕绕。咱们做女人的，谁愿意和别人分享夫君？你也不必为了在长辈面前假扮贤惠，就委屈自己。可话又说回来，你为人妻子的，这女戒总该读过，最忌讳的可就是一个妒字。素月可是老夫人的救命恩人，你若是容不下她，传出去说我们将军府的新媳妇儿是个善妒不容人的悍妇，那顾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这就不劳大嫂操心了。好端端的，怎么又跪在地上哭？星兰和我讲过你的事儿，我深知你平日里照顾老夫人是如何的用心良苦。设身处地的想，你一个无依无靠的姑娘家，想要摆脱奴籍，
在这深宅大院里过上更好的日子，有个安身立命的依靠，这是人之常情，我怎会怪你？江云舒说这话是想做什么？夫人难道真想给我纳妾？我不同意，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你安心看着就好，这件事我来处理。素月，这为人妾室，说的好听是半个主子，说到底，那卖身契一捏，仍旧是个可以随意发卖的奴才。你要看主母的脸色讨生活，日后生下的孩子也是低人一等的庶出，你真的甘心吗？你也看到他对你的态度了。为人妾室，要是没有夫君的宠爱，日子必会更加困难。既然昨夜老夫人许了你一个恩典，只要是合理的要求都能答应，你何不换条路走，去求老夫人收你为义孙呢？如此一来，你不仅能撕了奴籍，在我们将军府里做个受人尊重的主子，还能名正言顺的长久留在祖母膝下尽孝，岂不比做个养人鼻息的妾室好上千倍万倍？多谢少夫人提点，是奴婢之前钻了牛角尖，猪油蒙了心。少夫人大恩大德，奴婢这就去求老夫人。大嫂，你看，这不就皆大欢喜了吗？时候不早了，弟妹就先回门了。二弟妹，你怎能如此胡闹？素月不过是个在府里端茶倒水伺候人的丫鬟，若是成了老夫人的义孙女，这身份岂不是乱了套？传出去多不好听。再说了，她对二弟有那种心思，若是成了名义上的妹妹，日后二弟见了她，岂不是尴尬万分？大嫂此言差矣。素月虽是丫鬟，但救了祖母的命，这份恩情比天大，认作义孙女有何不可？英雄不论出身，何况是大嫂口中将军府的大恩人。至于尴尬，夫君行事光明磊落，素月既然成了义妹，自然是以礼相待，有什么可尴尬的？夫人说的对，我可不觉得尴尬。嫂嫂今日在这里百般阻拦，莫不是想把事情闹大，惹得满城风雨，好让祖母怪罪？你少血口喷人！我这不都是为了咱们将军府考虑，担心将军府颜面受损吗？大嫂多虑了，贴身侍女舍命救主，事后被主家认作义孙女，这更能向世人说明我将军府有情有义，知恩图报，何来颜面受损一说？依我看，这不仅不丢人，还是一件值得大肆宣扬的大好事。夫君，时辰不早了，莫要误了回门的吉时。好，全听夫人的。他竟然宁愿劝服老夫人认孙女，也绝不想让别人做我的妾室，如此费尽心机的捍卫我的清白，看来他心里果真有我。少夫人明明只是在对付大少夫人，少爷您这脑子里到底在补脑些什么啊？完了完了，咱们这威风凛凛的将军碰到少夫人是真的没救了。父亲、母亲，你们看看江云舒干的好事。如今咱们整个伯府都被他给连累了，被将军府瞧不上也不说，还沦为了整个京城世家的笑柄。哼，行了，你别在这儿杵着碍事了，赶紧回你自己的屋去。一个庶女站在这里像什么话？净碍眼！站住！你就这么走了？妹妹，长姐如母，如今江云舒不在，你这个做妹妹的，难道不该留下来伺候父亲母亲，还有我这个嫡姐吃顿便饭吗？过来，给我们布菜。你是聋了还是瞎了？听不到你嫡姐的话吗？还不赶紧滚回来布菜！还敢磨磨蹭蹭、勾轮做派的下贱坯子！没看到杯子空了吗？没点眼力劲儿！笨手笨脚的下贱东西，连倒个茶都倒不好！看我今天不撕了你的皮，好好教训你！住手！岳父大人见谅，小婿因身体大病未愈，路上多休息了片刻，有些耽误了回门的时辰，还望岳父海涵。天哪，你们看二小姐头上的点翠金簪，身上的流云锦，看来将军府的底蕴深不可测啊！二小姐这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可不是嘛，你再看看大小姐这回门穿的，竟还是婚前从咱们府里带走的旧衣裳，这一对比，高下立判啊！哎呀，贤婿说的哪里话？贤婿大病初愈，保重身体才是头等大事。能抽空陪淑儿回门，老夫已是喜不自胜，怎敢怪罪？快请进！怎么会这样？前世明明不是这样的，前世他明明是个喜怒无常的废人，因为身体原因对我冷漠至极，百般挑剔。
他怎么会对江云舒如此温柔？不可能，他今日应该被苏月那个丫鬟死死缠住，因为纳气的事闹得无法脱身才对，怎么会安然无恙的出现在这里？你失心疯了吗？给我闭嘴！贤婿、舒儿，一路上辛苦了，快快入座，午膳都已经备好了。父亲，女儿出嫁不过短短3日，竟不知家里已经困难到了这种地步。偌大的安平伯府，连个布菜的丫鬟都用不起了，竟还要让家里正儿八经的小姐站着伺候人。这，舒儿说笑了，家里怎会缺下人呢？是这丫头自己不懂规矩。云禾啊，你这丫头怎么这么死心眼儿？还站在这做什么？都是自家骨肉，快上桌吃饭！小贱人，仗着江云舒给你撑腰是吧？你给我等着，等江云舒这个贱人一走，看我怎么收拾你！云禾，来，坐二姐身边。姐姐，好痛！别动！谁干的？我母亲不过是不小心打翻了茶盏，烫了她一下而已。她不过就是个低贱的庶女，烫了就烫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江云舒，别以为你自己运气好，攀上了高枝就了不起了。你就算出嫁了，这里也是安平伯府，我们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江云禾她依然是这府里的女儿，是生是死都得听我母亲的。岳父大人，看来安平伯府是根本没将我将军府放在眼里啊！贤婿息怒，贤婿这是从何说起啊？云娇这丫头口无遮拦惯了，贤婿千万别往心里去。老夫对将军府可是绝无不敬之心。从何说起？你们让我将军府当家主母的亲妹妹，在这个家里像个下人一样被随意责打辱骂，又让我将军府主母的生母，至今在江家只挂着个通房的名分。这打的是江云禾的脸，还是在打我顾星兰的脸？我母亲才是这府里堂堂正正的主母，这些年为江家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她江云舒的亲娘不过是个早死的贱婢通房，有她什么事儿？凭什么要给她名分？放肆！凭她是我顾星兰明媒正娶之妻的生母，大姨姐一口一个下贱，是在藐视我将军府。若是如此，我这便进宫面圣，请皇上好好裁夺裁夺这安平伯府的规矩。你这个孽障，还不快给我跪下！贤婿息怒，是老夫治家不严。云舒的生母当年诞下云舒有功，老夫今日便做主，追封她为良妾，正正经经的记入族谱。老夫不仅追封她为良妾，明日就将她的牌位正式请进我江家祠堂，受江家后代香火供奉。老爷，她不过是个低贱的通房，怎么配进江家的祠堂？那我这当家主母的颜面往哪儿搁？我不同意！贤婿见谅，那人目光浅显，我会好好教训他的。你懂个屁！顾星兰可是皇上亲封的奸户，背后还有整个将军府。咱们安平伯府如今就是个空壳子，哪里得罪得起他？你没听见他刚才说要进宫面圣吗？只要顺了他的意，咱们搭上将军府这棵大树，以后有什么好处不是唾手可得？不过是一个死人的牌位，你计较什么？好，你们都护着他，这日子没法过了。母亲。云禾，疼不疼？二姐不在的这几日，他们是不是天天变着法的欺负你？二姐别担心，只要能看到二姐和姐夫过得好，云禾受点委屈不算什么。云禾妹妹放心，我与你二姐感情甚笃，她在我将军府那是被我捧在手心里的。以后有姐夫给你撑腰，这江家谁敢动你一根汗毛？夫人，既然岳家如此待云禾，不如今日回门时，我们将云禾接回将军府照看。前世江云娇就是深陷将军府的后宅争斗中，将军府这潭水比安平伯府深得多。云禾若是去了，我怕是难以护她周全。姐夫的好意，云禾心领了，但云禾毕竟是江家未出阁的女儿，跟着二姐住进姐夫家，传出去与理不合，不仅会惹人非议，还会连累二姐的名声。
云禾万万不能去。云禾说的对，将军府毕竟是婆家，云禾常驻确实多有不便。这女士为武功高强，以后就贴身跟着你，专门负责保护你的安全。以后在这伯府，谁若是再敢对你不敬，你就让他直接打回去。若有解决不了的事，随时来将军府找姐夫。多谢姐夫。夫人，为夫这般安排，你可还满意？咱们夫妻同寝。别点颜色就开染坊，张口闭口感情甚笃，谁跟他感情甚笃了？姐夫，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没事，只是这战场上的旧伤尚未痊愈，偶尔发作一下罢了。哎呀，姐夫身上有伤，怎么不早说？小生虽然不懂医术，但按摩推拿的手法却是一绝。来来来，小生这就给姐夫好好按按。母亲，你消消气，为了那个小贱人伤了身子，不知道。你还有脸说？要不是你鬼迷心窍，非要死乞白赖的嫁给柳七那个穷酸书生，咱们家何至于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你自己不争气就算了，还连累我跟着你一起受罪。现在好了，让江云舒那个贱人如此得意，连我这当家主母的脸面都被他那个死人娘踩在脚底下了。母亲，您再忍耐些时日，等来日柳谦高中状元，做了首辅，女儿成了当朝一品诰命夫人，这口恶气，女儿定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好，母亲就信你这一回。你家官人飞黄腾达了，咱们定要狠狠收拾江云舒那个小贱人，让他跪在咱们面前求饶。姐夫，您看这力道可还行？小生这手艺可是村里出了名的好，保准给您把这气血都理顺了。这就是你说的做首辅的料？别在这丢人现眼了，跟我回家好好读书去。姐姐怎么这就要走了？这桌上的饭菜可还没吃完呢。江云舒，你别太得意，不过是一时的风光罢了。咱们走着瞧，笑到最后才是赢家。你拽我干什么？放手！你这无知妇人，头发长见识短。只要我讨好了姐夫，凭将军府的势力，在京城给我混个一官半职，岂不是手到擒来？这不比10年寒窗苦读，科举应试快多了。你闭嘴！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你反了天了！敢这么跟我说话，等回了家，我定要让我娘好好教教你，什么是三从四德，夫唱妇随。怎么了？一路愁眉苦脸的，莫非是刚才柳谦给你捏的不舒服，伤着筋骨了？没有，我只是今日亲眼看到你和你生母，还有云禾在江家遭受的种种冷遇和欺凌，知道了你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心里难受，只恨自己不能早点出现，替你们多做些什么。莫要自责，今日你为我母亲证明，又护下云禾，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我心里真的很感激你。既然夫人这么感激我，那打算怎么报答我？怎么没报答？我今日出门前可是特意帮你拒绝了苏月那个丫鬟，力排众议保护了将军大人的贞操呢，这难道还不算感激吗？夫人这般在意，可是吃醋了？夫君，你成日和同门出去喝酒看戏，这可怎么学的好文章？眼见春闱在即，还是要多加勤勉啊！你个妇道人家，倒是管起我来了！你懂什么读书，懂什么科举？你就安安分分的帮我娘干些活计，把我告诉你的事儿做好就行了。你想多了，我只是不想看着一个小女孩被人利用误导，最终酿成悲剧罢了。苏月那丫头看起来比云禾大不了几岁，话语间对老夫人也是一片赤诚，我这才多劝了几句，也没想到她竟是个听劝的。我就知道我家夫人不仅人美，更是心善。夫君放心，日后你若是有什么真心喜欢看对眼的姑娘，尽管直接与我讲，我身为正妻，定会大度容忍，为你好好张罗一番，风风光光的迎进门。夫人还真是贤良淑德，大方的很啊。
夫君放心，日后你若是有什么真心喜欢、看对眼的姑娘，尽管直接与我讲，我身为正妻，定会大度容忍，为你好好张罗一番，风风光光的迎进门。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会主动想着给我纳妾？主子，您刚嘟囔什么呢？属下没听清。我且问你，你不是有个青梅竹马的邻家妹妹吗？是啊，主子怎么突然问起小翠了？倘若有一日你们成亲了，你想纳妾，但你的青梅却完全不在乎，甚至还要……那就是不爱我们。胡说八道！怎么就不能是你们琴瑟和鸣，举案齐眉？又或者是你那青梅深知你的为人，认为你是个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对你放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主子您是不懂女人，这女人要是真把您放在心上，那心眼比针眼还小呢，不爱才不在乎。说不定啊，她心里还有点烦我，巴不得我赶紧去找别人，好自己露个清净呢。你懂个屁！就你话多！今日去演武场，加练2个时辰的拳法，没练完不许吃饭。啊，主子，不是你让属下说的吗？二少爷，老夫人身边的嬷嬷传话来，请各位主子即刻去主厅一趟。今日叫你们来，是有一件喜事要宣布。素月这丫头救了我的命，是个有福气又重情义的好孩子，我已决意收素月为义孙女。祖母，这怎么能行？她不过是个什么？我这老婆子还喘着气呢。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下面的小辈来替我做主了？你倒是说说，我认个救命恩人做孙女，到底是哪里不合规矩？尊媳，孙媳不敢，孙媳只是觉得事发突然，此事全凭祖母做主。我已经做主，赐她顾姓，取名顾素月，入了咱们顾家族谱的副册。素月啊，出来见见你大哥大嫂，还有二哥二嫂吧。哎呀，我就说素月妹妹是个美人胚子，这一打扮起来真是明艳动人，连我都自愧不如了。祖母真是好福气，白捡了这么个水灵的孙女。星兰啊，素月如今是你的妹妹，以后你们兄妹可要好好相处，莫要生分了。祖母放心，孙儿定会拿她当亲妹妹一般看待。你刚才为何不帮我说话？眼睁睁看着那老太婆把一个贱婢捧上天。蒋云舒那个狐狸精也是，三言两语就把老太婆哄得团团转。你让我怎么办？老太太正在兴头上，我去触那个眉头。再说，一个1米8，翻不起什么大浪。翻不起大浪，那贱妇可是知道我逼她下药的事。若是她和江云舒串通一气，咱们可就完了。我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去，以我的名义给咱们这位新出炉的义妹送去一张请帖，就说大嫂为了恭贺她，今晚在偏厅设了私宴，邀她小聚。就凭你这点小手段，也想在将军府做主子？像你这种骨子里就卑贱的丫鬟，竟然还妄想着飞上枝头变凤凰，简直是痴心妄想！你不仅没爬上顾星兰的床，还连累我被老夫人当众训斥。你别得意，别以为老太婆今日承认了你，你就真当自己是这府里金尊玉贵的主子了。老太太金口玉言，府里无论是谁都得听从。你给我记清楚，你当初给老夫人下药的证据还在我手里。若是让她知道你为了荣华富贵敢给她下药，你猜她会怎么处置你？更何况你老家还有爹娘和你那个刚出生白白胖胖的亲侄儿呢，你也不想他们出什么意外吧？夫人，您误会我了，苏月做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方便大嫂您啊。您想，若我只是做了二哥的一个通房妾室，人微言轻，二哥若是厌恶我，执意不进我的院子，我因为身份低微，连他的身都进不了，什么也做不成。可如今不同了，我是他名义上的义妹，是这府里光明正大的主子，能随意走动探望。我如今能做的事儿，可就与一个深宅大院的妾室大不相同了。素月能有今日的位置，全仰仗大嫂昔日的照拂。素月甘愿受大嫂驱使，为您肝脑涂地。这贱人说的，竟有几分道理。还是妹妹想的周到，刚刚是我不对，不该动手打你。没关系的，夫人，是奴婢没有跟你通气。孙嬷嬷，
去把我装匣里那瓶上好的伤药拿来。女孩子家的容貌最是要紧，万不可出了什么闪失，留了疤就不好了。妹妹放心，嫂嫂疼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让你去做什么要命的事？只是做点小事，帮嫂嫂一个小忙罢了。你在祖母房里伺候了那么久，想必也很清楚，母亲向来最厌恶星兰动刀弄枪，早早便不许她再学武了。第一件事，我要你在母亲面前尽孝，并且在她面前刷足好感，让她彻底信任你。这第二件事嘛，你既然能随意在二房走动，便找准时机，不动声色地在江云舒面前吹吹风，挑起她对星兰一身武艺的向往与支持。大嫂这是要借刀杀人。若是江云舒支持二哥学武，必然会触怒顾母的逆鳞，到时候二哥夹在母亲和妻子中间，二房必定家宅不宁。只要星兰为了学武跟母亲起了冲突，我看江云舒那个当家主母还能安稳几天。你是个聪明人，知道该怎么说话才显得不刻意，对吧？苏月明白，定不负大嫂所托。你如今已经是老夫人认下的义孙女，这般大行大礼的跪我，若是传出去，别人还以为我这做长辈的苛待了你。起来吧。夫人苏月今日来是专程向您请罪的，若是夫人不肯原谅苏月，苏月宁愿长跪不起。请罪？你如今可是府里的小姐了，何罪之有啊？夫人明鉴，苏月自知出身低微，此前生出想要给二哥做妾的心思，实在是大错特错。可苏月当时也是鬼迷了心窍，想岔了路啊。苏月自幼被卖入府，一路摸爬滚打，才成了老夫人身边的一等大丫鬟。老夫人待我恩重如山。前阵子她病重，苏月吓坏了，日夜忧心，若是老夫人有个万一，苏月便会被随意发卖出府。苏月只是太想留在老夫人身边伺候，这才会病急乱投医。苏月对天发誓，对二哥绝无半分男女之情，更无意去插足破坏二哥与二嫂的夫妻感情。如今苏月承蒙老夫人厚爱，有了义孙女的身份，能光明正大的留在府里尽孝，苏月便已心满意足，绝不敢再有任何非分之想。她以前在老夫人房里做大丫鬟时，确实是个稳重本分的，看来之前也是被逼急了才走了弯路。苏月小姐，快起来吧。行了，既然误会解开了，就别跪着了，起来说话吧。你是个聪明的丫头，既然祖母抬举你，你以后就安守本分，好好孝敬祖母。二房那边，你若是有空，也帮着你二嫂多操持操持，别生事端。是，苏月谨记夫人教诲，一定安分守己，绝不给夫人和二嫂添乱。这几日怎么总是往演武场跑？我见你对着父亲留下的兵器发呆，一站便是许久。我们既然已经是夫妻，便是一体。你心里若是有什么郁结之事，可与我讲讲，无论什么事，我都会听着。我们将军府历道是武将出身，府里的儿郎多数自小便习武，投身战场，保家卫国。可古人云：善有者逆，善其者惰。这战场上刀剑无眼，在奋勇杀敌之时，大多也是朝不保夕。到了我这支，祖母当年生了3子，也就是我的2位伯伯和我父亲。可如今，他们3人皆已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当年庶兄的师母是个姨娘，她死活护着庶兄，哭天抢地就是不准他习武。我母亲骨子里最是傲气刚强，当初对姨娘这般贪生怕死的作态十分不屑。我3岁那年，父亲在边疆战死，母亲当场悲痛欲绝，晕死过去。大夫来看诊，母亲才知晓她又有了身孕，可因为悲痛烧身，孩子终究是没保住，流产了。婆娘她受大苦了。从那之后，母亲性情大变，她再也承受不住失去至亲的打击，死活不准我习武。这次是我学艺不精，不仅受了重伤，还险些丢了性命。母亲知晓后雷霆震怒，这回是铁了心，更加强制地断了我习武的念头。保家卫国乃是大好男儿的志向，你的一腔热血并没有错。将军府的门楣终究需要有人来撑起，你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非贪生怕死之辈，这正是你的英雄气概。云舒，婆母那是爱子心切，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你放心，此事急不得，我会想办法帮你去婆母面前转还，缓和你们母子之间的关系。
定会帮你一偿夙愿的。母亲，儿媳这2日见星兰总是望着父亲留下的兵器出神，您不让她习武，是心疼她，怕她重蹈覆辙。可您越是压抑，她心中的执念便越深。云舒，战场上刀剑无眼，我失去了丈夫，绝不能再失去这个儿子。我宁愿他这辈子做个平庸的富贵人。您的苦心，星兰日后必会明白。可是母亲，上次遇险，正是因为他只能偷偷的练，才会受伤啊。与其让他如盲人摸象般乱撞，不如给他找最好的武师傅。他武艺越高强，在战场上自保的本钱才越大呀。夫人、二嫂，素月亲手做了些安神理气的百合莲子酥，你有心了。素月刚才在门外隐约听二嫂提起二哥习武之事。哦，你觉得我不该答应？夫人，素月觉得这事儿您可千万不能松口。二哥千金之躯，怎么能去碰那些危险的刀枪？素月听府里的老人说，二哥就算没有师傅教，也成天在演武场自己瞎琢磨。而且就算你们阻止，二哥也会想办法偷偷跑去。夫人也别担心，大不了咱们多加派几百个人手，日夜死死守着二哥，不让他踏出府门半步就是了。不过二哥以后若是遇到了山贼刺客，可能连还手之力都没有，恐怕只能任人宰剥了。但只要咱们现在把他困在眼前，保住他眼下的平安也就够了。男儿家的志向和自保的本事，哪有留在母亲身边重要呢？是啊，我若是死拦着不放，他必定还会偷偷溜走。若是再遇上危险，他连自保的本事都没有，岂不是我这个做母亲的亲手推他去送死？星兰如今在院中嘛，我要当面和他好好聊聊。你成日里盯着你父亲的遗物，怎么，你是不是也想学你父亲那般，头也不回的死在战场上，再也回不来？母亲，你若是就这么去了，有没有想过云舒该怎么办？难道你要让他像我一样，年纪轻轻就守佛寡，让他在这深宅大院里，靠着回忆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吗？儿子深爱着云舒，也想与她白头偕老，更想承欢膝下，好好孝敬您。可是，儿子不仅是顾家的血脉，更是我朝的子民啊！我们将军府世代受皇恩浩荡，想高官厚禄，这份尊礼是历代祖辈用血肉之躯在边关拼杀出来的。如今边境屡遭外敌侵扰，百姓流离失所。若顾家男儿为了贪生怕死，便弃甲推田，这满府的尊誉，儿子受之有愧。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若国将不国，咱们这顾家的小家又怎能保得住安宁？儿子习武，不仅仅是为了将军府的门楣，更是为了忠君爱国，为了能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黎民百姓。罢了，你骨子里流着的，到底是你父亲的血，我终究是拦不住的。母亲，您同意了？你想学武，便去学吧。明日我便让人去请京城里最好的武师来教你，免得你学艺不精，丢了性命。只是你必须答应魏娘一件事：战场刀剑无眼，你定要拼尽全力保护好自己。儿子遵命，定不负母亲期望。这就是你给我保证的好好做事，去挑拨他们母子关系，结果呢？那老太婆非但没有发火，反而跟顾星莲母子情深的和好如初了。现在连全京生最好的武师傅都请进了门，你到底是去办事的，还是去给他们二房当说客的？大夫人息怒，大夫人明鉴啊！素月确确实实是按您的吩咐，可是二夫人她实在太巧言善辩了。二夫人不经意，竟扯出了什么忠君爱国、保家卫国的大道理。夫人听了那些话，当场就软了心肠啊！少夫人，素月姑娘说的确实不假，
老奴派去在正房外头打听的小丫头回禀，当时素月姑娘确实借着送点心的名义想阻拦来着，可夫人非但没管，反倒被二少夫人那番话给说动了。这事还真怪不到素月姑娘头上。江云舒这个贱人倒是生了一张好嘴，既然明着挑拨不成，那咱们就给他来一记狠的。我倒要看看这一次他还能不能翻出我的手掌心。这是一味秘药，服下便会出现恶心、嗜睡、停信等滑脉之象，与真正怀孕一般无二，也就是俗称的假孕。只是可惜，只能伪装脉象和孕期本身，不能真的让那个贱人丢了命。贱人给江云舒的仪式下，可时间就当众揭穿他的信息。二夫人若是有了身孕，老夫人和夫人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你以前是丫鬟，不知道夫主心意。顾新兰受伤回来时，大夫早就断言她是个不能生养的废人。要是妻子却突然怀了身孕，这说明什么？说明江云舒这个贱人不守妇道，与人私通，这等秽乱家门、不知廉耻的死罪，别说是老太婆，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住她的命。星兰，先歇会儿吧，我带了些刚井水冰镇过的瓜果和绿豆糕。大热天的，你怎么亲自过来了？让丫鬟跑一趟就是。来看看咱们顾千户练得如何了，快把汗擦擦，当心受了风。夫人，你看什么呢？没看什么，我是在监狱你的练武成果，看样子确实没偷懒。夫人若是喜欢看，晚上回房我让你点着灯看个够。你这般直勾勾的盯着，倒叫为夫有些不好意思啊。油嘴滑舌，赶紧把衣服披上。好，都听夫人的。吃你的糕点吧，少贫嘴。这香膏防裂护肤最是管用。马上入秋了，你们成日里洗衣干活碰冷水，手都粗糙了，可得好好护着。素月小姐，这可使不得！您现在是老夫人认下的义孙女，是府里的主子了，这上等的东西奴婢们怎么配用？是啊，小姐，这太贵重了，快拿着！什么主子不主子的，在这关起门来的院子里，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以前也是在老夫人房里伺候人的。这做下人的苦，干粗活的累，我比这府里任何一个主子都清楚。你们受的罪，我都懂。小姐真是人美心善，一点都没忘本，难怪老夫人和夫人都那么疼您。我没别的念想，只盼着咱们这些苦出身的姐妹都能好好的。以后在这二房，若是当差遇到了什么委屈难处，尽可以私下来找我，只要我能帮得上的，定替你们出头。多谢素月小姐，以后小姐若有吩咐，奴婢们一定尽心竭力。这几个月，你每日闻鸡起舞，身上的旧伤添了新伤，我都看在眼里。如今你终于如愿以偿，重返沙场。云舒，你放心。名师指点，加上这几个月的苦练，我如今的武艺早已远超为前。这不仅是为了顾家的门楣，更是为了能活着回来见你。刀剑无眼，你凡事不可逞强。你曾答应过我和母亲，定要全须全尾的回来。顾星兰，你若敢食言，我绝不饶你。遵命，夫人。出发！瑶台流萤都虚化，千军。福灵，这并碧莲绣得这般精巧，莫不是有了心上人，准备送出去的？苏月小姐，快别打趣奴婢了！奴婢
见过少夫人。二嫂安好，二哥今日出征，二嫂送行辛苦了，起来吧。院子里规矩松，你们也不必拘束。那素月就不打扰二嫂休息了，先行告退。少夫人，这天气炎热，您刚从城外送行回来，定是口干舌燥。这酸梅汤冰镇过，最是解暑。你倒是有心了。你要是尝着味道好，奴婢明儿就去向素月小姐讨了方子，日后天天给少夫人熬。果然酸甜可口，甚好。既然你这般有心，以后找熬酸梅汤的差事就交给你。是，奴婢一定尽心伺候。少夫人，这酸梅汤虽然解暑，但毕竟刚冰镇过，您身子娇贵，小心喝多了伤了脾胃，还是少喝几口吧。云舒啊，快随我回院里，我特意请了城里最有名的春喜班，今儿唱的都是你平日里最爱听的折子戏，连戏台子都搭好了，就等你呢。好你个没规矩！我这老婆子刚把孙媳妇借去赏了半天的花，脚还没歇软呢，你就巴巴的跑来我这院里抢人，怎么是觉得我这老婆子老了好欺负不成？您这可是冤枉儿媳了。您这几日不是叫云舒去下棋，就是拉着她去城外游湖，儿媳这院子里冷清得很，这才想着叫她去热闹热闹嘛。祖母、母亲，你们就别折上云舒了。既然母亲都把戏台子搭好了，祖母不如就大发慈悲，放云舒半日假。明日一早，云舒再陪祖母下棋，可好？你呀，你就是个滑头。去吧去吧，别让你母亲等急了。多谢母亲体谅，儿媳这就带云舒过去了。我堂堂伯府嫡女，十指不沾阳春水，凭什么要在这儿伺候几只破鸡，还要给他们洗衣服做饭？忍，江云娇，你必须得忍。只要熬过这段日子，等柳谦高中状元做了首辅，你就是全京城最尊贵的女人。到时候谁敢让你洗衣服，你就诛他9族！好你个懒馋的贱人，老娘让你喂个鸡，你在这傻笑个什么劲儿？衣服不洗，饭不做，你想饿死老娘啊？乡野村妇，你敢打我？我可是伯府嫡女！哎呦喂，大家快来看看呀，儿媳妇打婆婆了，造孽呀！柳家怎么娶了这么个大逆不道、不孝顺的丧门星啊？谦儿啊，你快出来看看呀！你要休了这个毒妇啊！江云娇，你疯了吗？她是你婆母，百善孝为先，还不快给我娘赔礼道歉！你眼瞎了吗？明明是他先动手打我的，你不分青红皂白就让我道歉，你个窝囊废！云舒，这是怎么了？可是饭菜不合胃口？瞧你这脸色，确实有些苍白。你这几日可是哪里不舒服？祖母、母亲，我也不知怎么了，近日总是觉得无精打采，胸口发闷，而且特别容易嗜睡。最奇怪的是，看着这一桌子山珍海味，竟是一点食欲都没有。唯独对素月教茯苓每日熬的那酸梅汤，倒是还有些兴趣，能喝得下几口。想来是这夏末秋初的，天气依然闷热，再加上星兰在边关征战，你心里牵挂担忧她，这才导致了食欲不振。是啊，身子最要紧。明日让厨房多备些开胃清淡的吃食。嗜睡胸闷恶心，那假孕药终于发作了。祖母，这可马虎不得啊！弟妹这身子娇贵，万一是生了什么暗病，自己却不知道呢。讳疾避医可不行。快，赶紧去拿我的帖子，去请京城里最好的大夫来给二弟妹好好瞧瞧。赵氏平日里对兰儿夫妇恨不得踩上2脚，怎么今日这般积极？天色已晚，云舒只是苦夏，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母亲这话就见外了。我身为大嫂，关心弟妹是理所应当的。大夫看看，总归没坏处。若是无病，大家也都安心，不是？大夫，我孙媳妇的身子到底如何？二少夫人这脉象如珠走盘，圆滑流利，这是喜脉啊！少夫人她有喜了。荒谬！你这庸医怎么可能诊出喜脉？
我小叔子之前受了重伤，军医断言他伤了根本，再无生育能力。这喜脉从何而来？弟妹，你一向知书达理，嫂嫂绝不相信你会是那种水性杨花、耐不住寂寞与人私通的荡妇。江云舒，今日就是你身败名裂、浸猪笼的日子。慎言，云舒的为人我最清楚，他与星兰夫妻情深，绝不会做出这等苟且之事。这大夫定是诊错了。不错，单凭一个大夫的一面之词，怎能凭空污了我孙媳妇的清白？老朽行医30年，这华脉如同珠滚玉盘，不会检错呀。祖母，这事关我们将军府100年的清誉和风气，若是家里传出这种丑事，岂不是成了全天下的笑柄？当然，咱们也不能平白冤枉了弟妹。既然觉得这位大夫可能诊错，那为了堵住悠悠众口，不如咱们现在就派人再去找其他大夫来看看。若新找来的大夫也说是喜脉，那药包可是我寻来的秘药，连续服用1个月便会阻断女子回水，脉象更是与刚刚有孕1个月的华脉一般无二。这一次绝不会再给你任何翻身的机会。恭喜老夫人，恭喜夫人，少夫人这脉象华丽如珠，确确实实是有喜了。而且看这脉象，胎象十分稳固啊！老朽在这儿给将军府贺喜了。这是怎么回事？将军府添丁进口，怎么一个个都跟奔丧似的？来人，带大夫下去领赏。另外，传我的令，今夜正厅之事，任何人若是敢走漏半点风声，直接杖毙。哎呀，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原以为二弟妹是书香门第出来的大家闺秀，真没想到竟是这等水性杨花、风流成性之人。这都嫁为人妇了，竟还背着丈夫在外面和其他男子私通，简直是把我们将军府的脸都丢尽了。大嫂慎言，我没做过。如今证据确凿，2个经验丰富的大夫都诊出了喜脉，你辩无可辩。你若没私通，难不成这肚子里的野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你又拿什么来证明你的清白？我的清白，大嫂最清楚不是？祖母，如今既然已经确定她怀了孽种，按咱们当朝的规矩，秽乱家门者当即刻沉堂。老夫人，求您大发慈悲，放过少夫人吧。少夫人她也是被逼无奈啊，她正值青春少爱，谁让她嫁的夫君是个连人道都不能的废人呢？这深宅大院的，少夫人一时糊涂走错了路，也是情有可原啊。求主子们饶她一命吧。你算个什么东西？事情还没查清楚，你就敢替我们少夫人接下这等污名？老夫人，这茯苓平日里就跟素月小姐走得极近，2人形影不离。少夫人日日喝的酸梅汤，全都是由他们2人亲手熬制的。若说少夫人的身子出了问题，那酸梅汤里一定被他们放了不干净的东西。祖母二夫人明鉴，素月冤枉了。那酸梅汤确实是我和茯苓一起熬的，但里面放的全是消暑的寻常药材。素月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绝不敢谋害二嫂啊！事到如今，奴婢不能再瞒下去了。那酸梅汤根本没毒，少夫人肚子里的喜脉也不是什么吃坏的东西，是因为奴婢半个月前亲眼撞见了少夫人与一个男人在后花园的假象后私会。住口！你这贱婢，竟敢满口胡言！奴婢没有胡言。少夫人发现奴婢撞破了她的丑事，便拿奴婢一家老小的性命相要挟，逼奴婢闭口。可奴婢自幼受顾家恩惠，对将军府一心赤诚，实在不忍看老夫人被蒙在鼓里，让顾家清于扫地。奴婢哪怕贱命不要，也要揭穿这毒妇的真面目。这香囊正是少夫人平日里佩戴的，而这玉佩便是那奸夫不慎遗落的信物。好一个一心赤诚的公主！茯苓，你收了别人多少？敢在这里颠倒黑白，构陷于我，做出如此背主忘恩之事，是会被乱棍打死，扔去乱葬岗。你休要拿话吓唬下人，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这香囊是你经常佩戴的，这玉佩更是铁证如山。江云舒，
不枉我让素月花重金买通这丫鬟做伪证。弟妹，你平日里装的清高傲气，背地里却做出这等令人作呕的勾当。如今大夫的血脉加上这人证物证，你还有何话可说？玉叔，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的隐情？大嫂说这是铁证，可这玉佩成色极差，断口处甚至还有心魔的痕迹，不过是地摊上随处可见的次品，又能如何确定来自于奸夫？这是我院里的进出账目。茯苓说半个月前撞见我私会，可那天我正陪着母亲在城外普济寺上香祈福，城门守卫和寺院伯丈皆可作证。没错，半个月前那日，云舒整日都与我待在一起，连晚膳都是在禅房同用的，哪里来的时间去假山后私会？祖母、母亲，儿媳根本没有怀孕，这一切不过是有人为了毁我清白，在我的酸梅汤里下了能伪造华脉、阻断癸水的假孕药，而那个下药并买通夫令做伪证的人，正是大嫂赵氏。你血口喷人！江云舒，你这是临死还要拉个垫背的！这是从福林老家搜出来的，那块田产的卖家正是大嫂名下的铺子。若非受你指使，一个二房的末等丫鬟哪来的钱买田置地？赵氏，你竟然恶毒到这种地步！青兰在前线拼命，你却要在后方毁他妻子的清白，你这心肠是石头长的吗？赵氏，你还有何话可说？这等背主忘恩、坏我府风的畜生，绝不可留！把茯苓拖出去，乱棍打死！饶命！老夫人饶命啊！是少夫人逼我的，救救我！现在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奴婢这条贱命，往后任凭少主人差遣。银器和银品，私下交给素月。江云舒怎么会拿到？是这贱婢，是她背叛了我！祖母、母亲，你们别被这贱婢骗了！我固然有错，但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前些日子祖母突然旧疾复发，咳血不止，根本不是受了什么风寒。在您的茶水里下了一发咳疾的药，他下的毒，他又假惺惺的献上土方子解药，他为的就是演一出救主的戏码，以此来挟恩图报，谋求主子的身份。他才是那个包藏祸心、最该死的毒蛇。祖母，素月有罪。素月曾在大婚之夜，因一己私欲，鬼迷心窍，受了大少夫人的指使，在您的药里动了手脚。自少爷大婚以来，素月日日活在悔恨之中。少夫人教我，让素月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正义。素月对祖母的敬爱之情是真，但犯下的滔天大罪亦是真。素月福泽浅薄，这辈子不配再伺候在祖母膝下。若有来生，素月愿衔环结草，再报祖母的大恩。素月，来人，快去救大夫，快啊！你这傻孩子，怎么这么傻呀？你以为我这老婆子老了，眼睛就瞎了吗？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是什么秉性，我能不知道吗？那晚你端药来的时候，手抖得像筛糠一样，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我当时就看出蹊跷了。我知道，你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被人拿捏了软肋，才会被逼着做下那等事。我一直隐忍不发，就是想看看
这个家为了那点权势富贵，到底能内斗到什么程度？祖母息怒，小心保重身子。老大媳妇儿，你为了这将军府的爵位不择手段，构陷弟妹，残害长辈，这将军府容不下你这等恶毒的妇人。传我的令，明日一早开祠堂，将大少爷顾哥与赵氏从顾家族谱属吏中除名，即刻监出将军府。祖母，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是大房的长媳啊！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夫君，求您开恩！你既如此渴望将军府的权势，我偏要让你们夫妻二人这辈子都永远得不到。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直接锁进柴房。明日一早，连人带行囊一起给我扔出将军府！赵云舒，你这个贱人，都是你害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然后呢？你快说啊！大夫去了之后，苏月到底怎么样了？瞧把你急的，剩下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大夫施了针，又开了止血生气的方子。好在素月命大，第二天一早就醒了。老夫人是头一个赶过去的。她坐在床边，抓着素月的手，眼眶红得像什么似的。老夫人亲口训了她，说以后绝不许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祖母向来最是心软。老夫人说了，什么下辈子再做主仆的浑话不许再提，她要的是这辈子全了那份祖孙情。听见没？祖孙情。这下子，老太太最宝贝的孙辈可就不止你一个人了。往后你的压箱底宝贝，怕是要分出一半给这位新妹妹喽。一个身份而已，我倒不至于和她争宠。我这辈子想争宠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个人。老太太最后说，素月既然犯了错，就罚她日后好好在膝下承欢，不离左右，就算是功过相抵了。手段实在是阴毒，竟然想出假孕这种法子来毁你清白。都怪我，偏偏在那时候离开京城，没能护在你身边，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你怎么没护着我？若不是你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连战连捷大败敌军，连皇上都对你赞不绝口，那安平伯府和府里的大房又怎会如此忌惮你？我的顾大指挥使，你现在的威名就是我最大的靠山。柳郎，柳郎，春闱在即，你最近温学的如何了？这次定能高中会员。等入了翰林，首辅之位就是你的囊中之物。那是自然。我柳谦的才华，这京城谁人不知？那些同门一个个都上赶着请我喝酒，想求我指点一二呢。你怎么又去喝酒了？这几日你都没怎么摸过书，万一……你唠叨什么？你这妇道人家懂什么？我早已成竹在胸，你就等着做你的首辅夫人吧。刘大人，这次春闱会试的题目都准备的如何了？可有出什么纰漏？请殿下放心，一切皆已准备稳妥。臣已动用内部关系，将拟定的考题悉数拓印了一份。万事俱备，只等殿下下令安排。好，做得到位。
父皇这次偏偏将科举的事务全权交由本王来主办，这就是天赐的良机。本王必须要利用好这次会试，将咱们派系培养的人马多多安插进去。只要他们大批考中，占据要职，未来的朝堂布局便是本王说了算。殿下，高瞻远瞩，有了这批新科进士做后盾，朝中那几位王爷日后绝不是殿下的对手。所以说，这做文章讲究的是天赋灵气。像那些整日闭门苦读，把脑子读坏了的呆子，能写出什么经世致用的好文章？我柳谦只需随便翻翻书，便能直击题眼。柳兄果真是文曲星下凡，这般大才，当真让吾等汗颜呐！哈哈，那是自然。行了，今晚聚贤楼还有几位世家公子的酒局，本公子就不在这儿陪你们浪费光阴了，告辞。呸！瞧他那目中无人的狂妄样，哼，真把自己当个大人物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临近大考的要紧关头，大家都恨不得一天看12个时辰的书，他却天天不务正业，不是出去花天酒地，就是到处游山玩水。难道他肚子里真有这般通天的真本事？我看多半是。这柳谦虽然狂妄，但他以前写的那几篇策论确实有些新意。若非胸有成竹，谁敢在春闱前如此放任形骸？诸位，咱们之前可是花了大价钱，好不容易才合伙从特殊渠道买到了今年会试的内部题目。但这题目虽然到手了，可凭咱们的这点文采，万一写的不好，岂不是白白浪费了银子？还容易引人怀疑。你的意思是，不如咱们把那一起买来的题目交给他，让他帮咱们代笔，写出几篇出彩的文章来。妙啊！柳谦这个人最爱面子，又喜欢在人前吹嘘出风头，惯看不起别人。只要咱们多捧他几句，他定然不会拒绝。不错，到时候他知道了考题，我们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他也不会背叛咱们，独自告终。长姐、姐夫，你们怎么突然过来了？你在伯府这日子过得清苦，我不放心。如今将军府里的那些风波都已平息，内宅的状况稳定下来了。我与你姐夫今日特地来接你过去同住。这将军府毕竟是高门大户，我一个未出阁的女子贸然去常住，会不会惹得老夫人和亲家夫人不快？万一平白给长姐添了麻烦。云禾妹妹多虑了，云舒的妹妹便是我的亲妹妹，将军府就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姐夫说的对。再说了，来之前我已经向祖母和母亲报备过了，他们听闻你要来，都很是高兴，连客房和伺候的丫鬟都已经命人收拾妥当了，你就安心收拾行囊，跟我们走便是。多谢长姐，多谢姐夫，我这就去收拾。你发没发现，柳谦这2日很是不对劲，整个人神神秘秘的。姑爷可是哪里惹小姐不痛快了？奴婢瞧着，姑爷这2日天天闭门不出，倒像是在勤勉苦读呢。哼，勤勉苦读，他若真是安分读书也就罢了，可这几日他总是自己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奋笔疾书，还时不时发出那种得意忘形的偷笑声，真是奇怪的很。姑爷这是有了什么喜事？什么喜事？最气人的是，本小姐好心端着茶水进去看他，他就像做贼一样，手忙脚乱的把桌上写的东西藏起来，死活不让我看一眼。你说他是不是背着我在写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难道是给哪个狐妹子写的酸诗？哎呦，我的好小姐，您可真是多心了。姑爷这般满腹经纶的人，这文人雅士行事总是与常人有所偏差的。当真？那可不，尤其是像姑爷这种有大文化的大才子，这会儿必定是脑子里有了什么惊世骇俗的绝妙文章。
文人写文章讲究个灵感和意境，在没定稿之前，自然是不愿轻易示人的。他们这些才子嘛，与众不同一些也是常事。小姐，您就别多想了。你这丫头倒是有几分见识，说的也不无道理。也是，我夫君可是未来的文曲星下凡，只要他能在这场春闱中拔得头筹，日后顺利当上首辅，他爱怎么与众不同就怎么与众不同。等熬过了这段苦日子，我便是首辅夫人。诸位，不是我柳谦吹嘘，以我如今的学识底蕴，写出的文章那叫一个字字珠玑，精气鬼神。这届会试的考官只要眼睛没瞎，这榜首之位非我莫属。就凭这种不学无术、狂妄自大的蠢货，上辈子竟然能当了当朝首辅，看来我江云舒上辈子的能力还真是深不可测。连这种烂泥都能硬生生扶上墙。哟，这不是我们将军府的顾大人和少夫人吗？怎么今日有闲情逸致出来喝酒？顾青兰、江云舒，你们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等我这回高中会员做了朝廷的大官，我定要让你们这对狗男女好看。到时候，顾青兰，你得跪在地上给我揉肩捶腿；至于你，江云舒，你就得低三下四给我端茶倒水。这大白天的，柳公子就开始做起春秋大梦了。莫不是这酒楼里卖的是什么迷魂汤，灌得你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江云舒，你休要猖狂！你身旁这个残废，不过是靠着祖上硬币才混了个芝麻绿豆的官职，有什么真才学？何来实力可言？我柳谦可是要凭真本事金榜题名的。本官的官职是在边关用刀枪血战，拿敌军的项上人头换来的。你这等连拿笔都要发抖，只会纸上谈兵的酸腐废柴，连给本官提鞋都不配，也敢在这里隐隐狂吠。你们给我等着！这次会试，我定能一举高中会员。那考题我早已……顾大人息怒，少夫人息怒，柳谦他吃醉了黄汤，在这说胡话呢。您二位大人有大量，千万别往心里去。对，我替他向二位赔罪了。我们这就带他走，这就走。夫君，此事大有蹊跷。柳谦虽狂妄，但他那几个同门刚才的反应实在太过反常。那句没说完的话，恐怕大有文章。他一个落魄书生，敢这般笃定高中，除非是提前知晓了什么。你过2日不是刚好要进宫面圣吗？正是。你进宫后，便按我说的暗示皇上。顾青在边关布置的这套防御阵法确实精妙，朕心甚慰。不愧是将门虎子，顾家后继有人呐。皇上谬赞，这都是微臣分内之事。说起来，这几日便是春闱会试的日子。老三这阵子忙前忙后，说是要替朕选拔些国之栋梁。顾青，你对这届科举怎么看？微臣是个粗人，只懂带兵打仗。不过微臣前几日在酒楼倒是听到些读书人的趣谈。哦，什么趣谈？说来听听。微臣听那些书生私下议论，说如今这8股文章，许多都是有迹可循，能被猜中题目的，甚至有人大放厥词，说早已对考题成竹在胸。微臣当时便想，这治国理智的人才，若是全靠死记硬背，或是提前押中题目，那选出来的究竟是真才实学，还是投机取巧之辈呢？竟有此事，顾青一语惊醒梦中人呐！这科举乃国家伦才大典，岂能容人投机取巧？来人，传朕旨意，此次春闱会试的策论考题由朕临时亲自拟定，即刻密封送往贡院，任何人不得提前拆阅。
哈哈，会试结束，我柳谦便是会员郎，到时候什么豪宅美眷、高官厚禄，全都是我的。这怎么可能？这题目跟同门给我写的完全不一样，怎么全变了？这位考生，你抖什么？可是身体不适，还是卷子有什么问题？没，大人，学生没问题，学生只是初逢大考，太激动了。对，激动也得给本官守好规矩，好好答题，休要左顾右盼。考题怎么会突然换了？父皇为何会临时起意亲自出题？是不是本王泄露考题的事已经被父皇察觉了？刘大人，父皇若是彻查下来，这泄露考题可是诛九族的大罪。本王记得刘大人的长孙才刚刚满月吧？你放心，只要你把这桩事干干净净的揽下来，你的家眷妻儿，本王定会保他们一世荣华富贵。微臣遵命，多谢殿下恩典。好啊，好一个科举伦才！朕临时换了题，竟然还能抓出这么多夹带私钞、答非所问的蠢货。若不是朕多留了个心眼儿，这朝廷的栋梁岂不是都要被这群蛀虫给占了？陛下息怒，臣等万死。臣在巡考时发现，竟有不少考卷上的墨与笔法，同市面上暗中流传的某些预测文章如出一辙。这显然是考题早已大面积泄露，臣恳请陛下彻查。给朕一查到底！朕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卖官鬻爵。启禀陛下，顾兴兰顾大人在殿外求见，说是来回报边关军饷交割之事。宣他进来。微臣顾兴兰叩见陛下。务请平身。军饷的事先放一放。方才主考官禀报，此次春闱有人泄露考题，科举舞弊。朕命你即刻协助大理司与主考官暗中彻查此案，无论牵扯到哪位皇亲国戚、朝廷大员，绝不姑息。微臣领旨，定不负陛下重托。科举舞弊，彻查。上一世并未听说过有什么科举舞弊的大案爆出，那届春闱顺顺当当的放了榜。可是我隐约记得，那届科举高中入朝为官的人，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了三皇子派系的中坚势力。正是因为他们，三皇子才夺下了太子之位。夫君，此事非同小可。怎么？你可是察觉到了什么不妥？这科举泄题案背后绝非几个贪财的考官那般简单，有能力拿到密卷并将其散播出去的，定是权倾朝野，能插手春闱筹备的皇室宗亲。我怀疑此事与负责协理科举的三皇子脱不了干系。三皇子，若真是他，那此事便棘手了。他如今胜券正浓，若是查到他头上，只怕他会狗急跳墙，杀人灭口，以断线索。敌案我明，你孤身去查太危险了。不如这样，明日起我换上男装，伪装成你的贴身侍卫，跟在你身边一起去查案。不行，这太危险了，那些都是穷凶极恶的亡命徒。正因为危险，我才更要跟着你。我在暗处心思比你们男人细腻，说不定能发现你们注意不到的蛛丝马迹。况且我的身手你还不放心吗？好，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向我保证，遇事绝不可逞强，一切行动听我指挥。一言为定。少卿大人，这些被抓的考生口供出奇的一致，都说是从黑市一个蒙面商贩手里买来的预测题，线索到这就全断了。顾大人，下官也加派了人手去黑市查，可那商贩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背后之人手脚太干净。大人，公子，你们来看这2份考卷。
这些舞弊的考生虽然来自不同州府，买题的时间也不一样，但你们看这考卷用的纸张，右上角都有一个极淡的暗纹，像是某种特定的徽制。这是宫中中共特定6部衙门起草内折的纸张吗？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你接触到科举秘题，就能随意使用这种纸张的。整个6部之中，除了这次协助三皇子主理科举的刘大人，还能有谁？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少卿大人，此事已经不是大理寺能明着查的了，剩下的交给我。今晚我亲自去会会这位刘大人。你就在这墙外放哨，若是看到巡夜的护卫靠近，或者有任何异常，就去3声夜宵叫，我立刻撤出来。记住，绝不可自己逞强犯险。放心，你去吧，万事小心。就是他了。不好，有人来了。怎么样？没被发现吧？没受伤吧？毫发无损，而且拿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好，很好，短短几日，你便能雷厉风行地拿到这等铁证。顾青，你果然没有让朕失望。微臣惶恐，不过是尽臣子本分，为陛下分忧。你这般年纪便有勇有谋，实乃国之幸事。朕心里清楚你的功劳，只是你如今资历尚浅，若是升迁过快，恐惹来朝中那些老臣的非议与嫉恨，反倒是害了你。微臣不在乎高官厚禄，只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朕没有看错人，你且耐心磨砺，这朝堂的高位，迟早有你一席之地，缺的不过是时间和阅历罢了。去吧，此事你办得极好，剩下的朕自会处置。微臣告退。你看看你干的好事！把科举这等伦才大典交由你主理，是对你寄予厚望。竟敢纵容手下卖官鬻爵，把这朝堂当成你敛财结党的私库！父皇明鉴啊，儿臣冤枉，儿臣对这些账册和泄题之事真的毫不知情啊！毫不知情？这账册上明明白白记着你府上的进出账目，你还敢狡辩？刘大人，本王待你不薄，你为何要背着本王做出这等欺上瞒下、大逆不道之事？你这贪心不足的狗奴才，还不快向父皇坦白你的罪行！陛下，这一切皆是罪臣一人所为，是罪臣一时贪念，利用职务之便窃取了考题，并在黑市高价售卖。三殿下他确实毫不知情，是罪臣蒙蔽了殿下，求陛下赐罪臣一死。好一个欺上瞒下的狗奴才！来人，将这贪赃枉法的逆臣打入天牢，秋后问斩，家产抄没。父皇圣明。你别高兴得太早，你用人不察，难辞其咎。从今日起，革去你协理6部的一切职务，给朕滚回府里禁足思过。若再有下次，朕绝不轻饶。滚！儿臣遵旨，儿臣这就不去。这届春闱结束都好几日了，柳谦这死鬼肯定又是被那些个眼巴巴想巴结他的同盟拉去喝酒应酬。也罢，等放榜那日他中了会员，我便穿上最华丽的衣裳，去江云舒面前好好显摆显摆。母亲，您怎么这般慌慌张张的，连门都不敲？娇娇，出大事了！什么大事能比得上柳谦金榜题名？还金榜题名？我花了大价钱才打探到消息，这件任务出了塌天大祸，
说是考题大面积泄露，皇上震怒。这几日大理寺和刑部已经秘密抓走了好几十个涉嫌舞弊的考生。听说全关在死牢里，那可是要杀头的。什么？舞弊？柳谦呢？他考完试人去哪儿了？这几日可有消息？他自从考完那天起，就再也没回来过。我以为他是去赴同门的酒局了。你以为？你平时不是信誓旦旦地说他才高八斗，能中状元当首辅吗？怎么现在人被抓了你都不知道？他若是真被定了舞弊的死罪，你这个做妻子的也得跟着一起掉脑袋！我怎么知道会变成这样？前世明明没有这一出啊！母亲，我该怎么办？我不想死啊！顾星兰，对，顾星兰，我听说她现在是皇上面前最炙手可热的红人，只要她肯开口说句话，柳谦不定还有救。您是说，咱们去求江云舒那个贱人？亲家母，打扰了，今日前来是想求见云舒一面。哟，这不是安平伯府的当家主母和那位眼高于顶的嫡长女吗？怎么今日有空来我们将军府这小庙了？我记得某人当初可是嫌我们将军府是火坑，死活不愿意跳呢。如今怎么像丧家之犬一样找上门来了？亲家母说笑了，以前都是误会，今日实在是有10万火急的事，想求顾大人和云舒帮忙，还请通融通融。通融？我虽不知你们江家又惹了什么祸事，但我顾家绝不趟你们安平伯府的浑水。星南在朝中做事本就如履薄冰，你们休想拿那些阿簪事来烦云舒。管家，送客。亲家母，求您了，就让我们见见云夫人，请留步。少夫人听说娘家母亲和大小姐来了，特命奴婢来迎2位进去。云舒这是做什么？他们母女能有什么好事？你快去告诉云舒，莫要心软，小心被他们给算计了。夫人放心，一切都在少夫人的掌握之中。云舒，看在伯父养育你多年的情分上，你一定要让星雯去向皇上求情，放过柳谦吧。柳谦他是个读死书的，一定是被人算计了。被人算计？柳谦年纪比我还大，若是那么容易就能被人算计，那他这些年的圣贤书算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江云舒，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柳谦若是定了死罪，我也活不成。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死吗？姐姐这话说的，当初这门亲事可是你死皮赖脸从我手里抢过去的。如今柳谦犯下株连九族的死罪，你这个做妻子的陪他一起上路，不正是成全了你当初的情深意重吗？江云舒，你不要太放肆！我可是你的母亲，你若是见死不救，我就去外面宣扬你是个不孝的白眼狼！母亲？我哪来的母亲？我的亲生母亲早就被你们弄死，不是吗？如今我是一品诰命，将军府未来的主母，早就不是那个任你拿捏的庶女了。你若是敢在外面胡言乱语半句，我保证安平伯府明日就会被抄家灭族。江云舒，只要你愿意让顾星兰救柳谦，我就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绝对能让你在以后的日子里占尽先机。哦，天大的秘密，我倒是很乐意听听，你手里还有什么能和我谈判的底牌？春露，带着下士出去，把门关严实，不许任何人靠近。江云舒，你听好了，其实我重生了，我知道未来要发生的所有大事，只要你救柳谦，
我就把前世的先机都告诉你。果然，重生了也没长智识。他竟然从来没有怀疑过，为何这一世我所有的举动都与前世截然不同。姐姐，你还真是蠢得可怜。你什么意思？难怪你上一世能被赵氏那种内宅妇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到现在都以为只有你一个人重新回来了。你也是重生的？你难道真的以为上一世你没选柳谦，他就自己当上首辅了？你真以为我是沾了那个废物的光，才成了一品诰命夫人？江云娇，你太天真了，没有我在背后为他呕心沥血的谋划，他柳谦就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是你，怪不得我处处碰壁，怪不得柳谦会沦落到今天这个下场，是你这个贱人在暗中做局针对我。来人，把这两个疯子给我丢出将军府，以后再敢上门，直接乱棍打死。我听管家说，今日安平伯府的夏氏和江云娇来找过你，他们可是又来寻你的麻烦了。你有没有受委屈？就凭他们，如今还不足以让我受委屈，不过是走投无路，像落水狗一样来求我罢了。已经被我打发了。顾大人这般紧张我，莫不是真的爱上我了吧？是我爱上你了，云舒。我原本这辈子都对嫁娶无甚想法，可那日送聘，我在街角看到你的第一眼便被你吸引了。后来你翻墙出嫁，你在这后宅中展现出的有勇有谋，更是让我陷得越来越深，无法自拔。我能感觉到，你似乎一直在防备着什么，也从来没有相信过我的感情。可和你拜堂成亲的人是我，有资格站在你身边光明正大陪伴你的人也是我。云舒，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让我证明我是真的想护你一生一世？前世我被柳谦利用，并觉得这世上所有的男人都是为了权势利益。可顾星兰不同，他为了我，甚至连命都能豁出去。我怎能因为上一世那个人渣造的孽，就惩罚这一世全心全意对我的人？星兰，其实我有个天大的秘密，一直瞒着你。无论是什么，我都会陪着你。其实我是死过一次，重新活过来的人。这便是我为何处处防备、步步为营的原因。如今，我把我最大的底牌都先给你看了。难怪你总是活得那么累，背负了这么多苦楚。云舒，你受苦了。你不觉得我心思深沉、手段狠毒，像个怪物吗？我只觉得心痛。若不是这世道和那些恶人将你逼入绝境，你何须用这些手段来保护自己？云舒，那些都已经过去了，这一世有我在，我会帮助你，保护你。云舒，再多信任我。云舒，既然你连重生的底牌都交给了我，我也该向你交个底。什么？当初我在边关受伤，并非只是简单的两军交锋。那日我军驻扎休息，半夜却突遭敌袭，我以一敌众，拼死才侥幸捡回一条命。敌军竟然能准确知告军队驻扎的位置，说明军中出了内鬼。不错，所以我才借着受伤的机会，故意放出不能人道的消息。只有我成了废人，内鬼背后的主子才会彻底放松警惕，露出狐狸尾巴。能把爪子伸进军营，又急于削弱我们将军府兵权的，朝堂之上
除了那位野心勃勃、急于在军中安插自己势力的三皇子，还能有谁？英雄所见略同。月叔，我同你说这些，不仅是向你道底，觉得你是我最重要、最默契的搭档，更是想让你知道，为父的身体根本没有半点问题。外面传的那些所谓的不能人道，全都是假的。哦，口说无凭，我怎么知道将军是不是在逞强？我不信，除非你给我展示一下。既然夫人下令，为父自当竭尽全力。没想到江云舒那个贱人竟然也是仇神，怪不得我处处被他压抑。柳谦那个蠢货肯定是活不成。既然如此，不如去找三皇子，只要攀上他，我一样能做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你这疯妇是不是有病？不要命了吗？哪来的泼妇，敢惊扰殿下的车驾，还不快滚！殿下，不能往前走了，前面那栋楼马上就会塌。如果你们现在过去，车驾恰好会被埋在里面，殿下不仅会身受重伤，还会彻底落下腿疾，终生难复啊！放肆！竟敢当街诅咒殿下，我看你是活腻了，我这就砍了你！云舒，探子来报，这几日三皇子的身边突然多了一个神秘的幕僚，这人似乎极受三皇子器重，经常跟着他出入各种机密场所。什么来头？竟能让一向多疑的三皇子如此信任？查不到，此人行事诡秘，出行时总是带着长长的密语，将身形容貌遮得严严实实，甚至连身边的禁卫都不知其是男是女，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既然查不到这幕僚的底细，那我们就先查查咱们自己人的底细。自从上次我们怀疑边关玉玺与三皇子有关后，我便暗中派人将你军中能接触到行军路线的将领和军师，祖宗18代都仔细排查了一遍。会有什么发现？你军中有一位名叫孙志的军师，此人家境贫寒，且是个不折不扣的烂赌鬼，之前欠了一屁股赌债，连祖宅都抵押。可就在你边关遇袭前的1个月，他不仅突然还清了所有赌债，这阵子更是日日流连京城最大的赌府万金楼，一掷千金。区区一个军师的风，就是干一辈子。如此肆意豪赌，竟是有人给了他一笔足以买命的巨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横财，若能顺着这笔钱往下查，定能揪出他背后的主子。六大人，您可算来了。上次那笔钱，小人手续费又输光了。您看能不能再通融通融？小人手里可还有不少顾星兰军中的排兵布阵图呢。这烂赌，殿下说了，这是最后一次，拿了钱赶紧闭紧你的嘴。若是误了殿下招揽军权的大计，小心你的狗命！是，小人明白，多谢三殿下赏赐。那中年男人有前世见闻，正是三皇子府上的大管家。今日这几桩隐秘之事，又让你言中了。本王这几日带着你四处查验，你口中所说的那些将要发生的人事变故，竟无一落空。殿下现在总该相信我这天命神女的身份。
并非虚言，我乃天命神女，出生便带着预知未来的神通，特来辅佐殿下登上帝位。江云舒，就算你不重生一次，你不过是抱着个莽夫将军，而我辅佐的是未来的皇帝。等三皇子登基，我就是开国功臣，是从龙之功。到时候我定让你跪在我脚下，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殿下不必忧心，我已预知到，再过3日，云州将会爆发一场规模极大的饥民暴乱。云州暴乱？这怎么可能？那里的刺史前几日才刚刚上报说秋粮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地方官员欺上瞒下罢了，殿下何必当真？那云州早已饿殍遍野，暴乱一触可发。殿下，这便是天赐良机。只要殿下明日早朝，抢在云州急报送达之前，将此事提前禀报皇上，并主动请痈提出赈灾安抚之策，父皇定会认为本王体察民情，料事如神，不仅能挽回之前的形象，还能让父皇觉得本王大有才能，堪当大任。不错，殿下，您离那至尊之位又近了。星兰，这块砖的声音不对。空的。果然是他，拿我军将士的命，去换赌桌上的筹码。这个孙志，死有余辜。这信上的落款是福伯。福伯，可是咱们今夜在万金楼后巷见过的那个中年男子？正是他。他是三皇子的乃母之子，名义上是三皇子府的管家，实则是替三皇子在暗中处理一切见不得光勾当的心腹。既然孙志这条线已经摸清了，那我们就直接去端了那个福伯的老巢。我倒要看看三皇子这只老狐狸还藏了多少狐狸尾巴。侵占良田，私贩官盐，暗中买卖地方官职。这三皇子为了敛财结党，当真是无恶不作。不止这些，这里还有他为了铲除异己，暗中指使死士暗杀朝廷命官的口供。福伯把这些东西留着，估计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保全自己。有了这些东西，能不能直接将三皇子扳倒？难。为何？这些罪状随便拎出一条，都够普通人死上100次了。陛下如今虽然对他心生不满，但在陛下眼中，贪财、结党，甚至为了争权夺利杀几个官员，都只是手段狠辣、心术不正。陛下最多再罚他禁足，削减他的俸禄，却绝不会因此杀了他。难道就任由他这般逍遥法外？若是逼急，他只需把福伯推出去当替罪羊，自己照样能脱身。这些把柄下只会打草惊蛇，我们要等。等什么？等一个让他犯下足以让陛下觉得皇权被彻底挑衅，让他万劫不复的死罪。母亲，前几日云州刺史800里加急禀报，云州确有饥民煽动暴乱，幸得老三未雨绸缪，抢在急报入京前便察觉其动，并当机立断提出赈灾安抚之策。如今暴乱已不日反
竟然居。这次你居功至位，想要什么奖赏？父皇谬赞了，儿臣不敢。这都是父皇平日里教导有方，能为父皇分忧，保护子民，本就是儿臣的职责所在。哈哈哈哈！好，懂事，不骄不躁，不愧是朕的儿子。父亲这次也是令朕刮目相看。前线刚刚传来捷报，西北边境大胜敌军。父亲，你先前呈递上来的那套攻守兼备的破敌兵法与奇谋，当真是精妙绝伦，既手工。微臣愧不敢当，微臣那点粗浅计谋，不过是将陛下的圣意化为阵法罢了。若非陛下鸿福气天，英明神武，在京中运筹帷幄，前方将士们安能有此大胜？微臣不过是顺应天道，待陛下彰显天威。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顾青兰！朕以前只知你是个能征善战的猛将，没成想如今连这张嘴也愈发会说了。如今北疆金人屡屡侵犯我大齐边境，烧杀掳掠，气焰嚣张至极。朕欲派一员猛将彻底荡平北疆。朕问你，你可愿替朕执掌帅印，率领大军出征，抗击金人？臣愿为陛下马前卒，粉身碎骨，亦要保我朝山河无恙，不破金人，誓不回朝。好，传朕旨意，特晋封顾青兰为定北将军，自9节金边调兵5伏，统领北疆3军。朕将这10万大军交于你，朕很看好你。微臣领旨，谢陛下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好不容易才在父皇面前对上写出了一次公义，偏要去找那个兄弟和那些老鼠的兵法，轻而易举地抢走了本王所有的风头和父皇的关注。定北将军3军，站得越高，摔得越惨。北疆战场9死1伤，我看看这次还有没有命活着回来。好一个定北将军！费尽心思筹谋，竟成了让醒来的垫脚石。看着在父皇面前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我恨不得活剥了他。殿下息怒，他既然削尖了脑袋想去北疆行刺，咱们成全便是。战场上刀剑无眼，让他受得过去，疼。话虽如此，但他手握10万大军，且深谙兵法，想在战场上要他的命，谈何容易？咱们大齐的刀杀不今日不是殿下，顾青兰是金人的媳妇，敌人的敌人就是敌人，只要殿下肯许以重礼，金人必定乐意与您合作。意思是，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殿下，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您不妨想想当今盛世，他如今越活越精神，身子骨硬朗的很，完全不见一丝懒散。再加上宫里那几个小皇子也一一不忘，您的竞争对手只会越来越多。替本王暗中联系金人首领，就说本王愿意将北疆的3座城池割让给他，并将顾兴南的行军路线悉数奉上。少夫人，已经成亲。3皇子身边那个带着密仪的神秘幕僚，正是安平国府的大小姐江云静。竟然是他！我当3皇子从哪儿寻来的高人？原来是个只知道生搬误套前世见闻的蠢货。少夫人，大小姐若是把前世的事情都告诉了3皇子，咱们岂不是处处受指？前世3皇子心机深沉，不活，最终的确得了地位。可这一世，有我这位好姐姐在旁边出谋划策，煽风点火，3皇子登基的可能性恐怕是大大降低了。就凭江云娇那种脸色，迟早把3皇子带进沟里去。奴婢告退。云舒，大军后日便要拔营，我今夜便宿在军营整顿兵马，特地回来同你道个别。这么快？理智上，
我知道你应该去，可私心里我真的怕。抱歉，刚成亲不久，便要留你一人在京城面对那些明枪暗箭。我现在算是彻底理解婆母当年为什么死活都不愿让你学武，不愿你去边关了。这战场上刀剑无眼，哪怕你武功再高，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别怕，我自幼便经过了最严苛的阵法和武艺训练。你又早早提醒过我，军中可能会有内奸和暗算，我都已经一一拔除了。你信我，我绝不会重蹈前世的覆辙，更不会让你做寡妇。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来，还要让你做全天下最风光的将军夫人。好，我信你。我在这京城等你凯旋。星兰，江云娇如今在三皇子身边辅佐，他虽蠢笨，可到底也活过一次，占尽了前世的仙境。我虽已将我知道的所有事都告诉了你，可我还是怕有什么遗漏，让你在战场上陷入险境。云舒，你多虑了。战场之上，局势瞬息万变，最讲究的便是审时度势。若是满脑子只想着那些所谓的未来，反而会被其限制，错失良机。江云娇那点仙机，在真正的千军万马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你说的对，是我关心则乱了。不过三皇子此番定然是不会想让我活着回来的。那你还要去？不仅要去，我还要以身入局。他既想勾结外贼，在北疆置我于死地，那我就在北疆亲自拿住他通敌叛国的铁证。只有拿到能给他致命一击的死证，才能彻底拔除这颗毒瘤，还天下一个和情海晏，时和岁丰。别说刀剑无眼，若我真有个万一没能回来，你千万不要为我守寡。你胡说什么？我说真的，你还年轻，去改嫁，去过安稳日子。我娘和祖母都是最明事理的人，他们一定不会阻拦你，还会替你添妆的。闭嘴！不许你说这种晦气的话！你答应过我要活着回来的。顾心莲，我等你回来！云舒啊，星兰已经出城了，你别太伤心。星兰她武艺高强，是个有后福的孩子，定能全虚全伪的回来。是啊，好孩子，咱们顾家世代忠良，老天爷会保佑他的。你在家安心长家，咱们一家人好好等他凯旋。祖母、母亲，你们放心，我不难过。我坚信星南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他走之前答应过我，绝不会食言。老夫人、夫人、少夫人，安平国府的大小姐非要硬闯。平安回来，江云舒，你别在这儿做你的春秋大梦了。你来干什么？我们将军府不欢迎你。我来，当然是来提前看看你这丧家之犬的惨状。我告诉你，顾星兰这次去北疆，马上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等顾星兰一死，将军府倒台，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要饭的那个人，将会是你江云舒。流落街头，江云娇，我看你是真忘了自己现在是个什么身份。我现在可是三皇子府最器重的人，你少拿三皇子来压我！别忘了，你现在还是柳谦明媒正娶的妻子。柳谦涉嫌科举舞弊，乃是株连九族的死罪。你身为罪犯家属，本质上就是一个潜逃在外的逃犯。你胡说，殿下会保我的。三皇子夫人，他若真敢为了你一个逃犯跟大理寺作对，那便是包庇重犯。你猜，如果我现在就派人把你捆了扭送大理寺，
三皇子是会为了你得罪皇上，还是会把你当成弃子一脚踢开？你敢！小人说你给我等着！不好了！前线800里加急战报，说大将军率领轻骑突袭，不幸中了金人的连环埋伏，大将军拼死突围，却被敌军一路逼至黑风崖，最终掉落万丈悬崖之下，如今生死不明。我的孙儿啊！星兰，祖母、母亲，快来人，叫大夫！你抬起头来，大将军坠落的黑风崖究竟在何处？当时前后的军情究竟是如何布防的？回少夫人，在北疆云州界外的黑风岭，当时大将军的亲支队被冲散了，这地形图上画圈的位置，就是大将军最后消失的地方。管事听令，立刻封锁将军府，全府上下戒严，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大夫的药方必须亲自熬制，你务必替我看顾好祖母和母亲。若是他们少了一根头发，我拿你是我。夫人放心，老奴拼死也会护住2位主子。来人，备马，立刻准备最快的脚程和干粮。少夫人，你要做什么？北疆苦寒，你一个柔弱女子怎么去？他答应过我要全虚全尾的回来，就算是死，我也要亲自为他收敛尸骨。少夫人，你已经找了2天2夜了，歇会儿吧。这悬崖深不见底，连飞鸟都难渡。大将军他，你还是接受现实吧。我要见人，死要见尸，只要没看到他的尸骨，他就没死。若是我需要给你留信，便画这个3波1人的暗号。这是林将军，原来还活着，竟然还活着！这是大将军留下的，这是只有我们2人才知道的暗器，他一定只是想告诉我们，他并没有掉下去，而是顺着崖壁躲藏起来。林将军，内鬼未知，军中绝不可信。大将军还活着的消息，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以免打草惊蛇，引来敌军追杀。我讲明白。这悬崖下凶险万分，此次很可能有去无回。林将军是大军的死将，我们更重要的事要做，你立刻带人撤回去。有罪在先，我一个人下去找。少夫人，你还说的不够惨吗？大不了我就把这条命再还给大将军。徐叔，星兰，大将军，你果然还活着。你既然没事，为什么不早些传消息回京？你知不知道母亲和祖母都晕倒了？军中有内鬼，我若传信，必定被劫杀。那日突遭埋伏，我便猜到军中有人将我的行军路线泄露给了金人，所以我干脆将计就计，佯装坠崖，借着大雾的影子，一直潜伏在这崖底的山洞里。原来如此，大将军这是神机妙算。这几日我已经顺着崖底的密道，摸测了金人举营的具体位置。他们以为我已经死了，此刻正是防备最松懈的时候。我正打算带人抄下他去偷袭。只是这崖底打不到猎物，我们带的干粮早就吃光了，正愁着今晚没有力气杀敌。你就带着补给，宛如神兵天降了。这里有足够几十人吃上3天的干粮和伤药。兄弟们，少夫人给我们送救命粮来了。大家把干粮分了，放开肚子饱餐一顿，包扎好伤口，养足精神。今夜我们就去夜袭敌营，端了金人的老巢。是，端了金人老巢。林将军，少夫人可有找到大将军的下落？星儿，没有了，悬崖下面全是被野兽啃食过的痕迹，什么都没有留下。我的星兰啊！大将军，
我叫无能啊，连你的尸骨都找不回来。军营重地，岂容女流之辈随意踏足？即便你是将军夫人，也不能无视军规。大将军如今生死未卜，军心本就动荡，若不按军法将你杖责50以正军纪，日后何以服众？将军说的对，严明军纪，严惩不贷。三皇子安插在军中的这几颗毒牙，今日总算是自己跳出来了。来人，把他给我拿下，就地行刑。我看谁敢动他！今日主帅已伏诛，主力大军已被我等尽数歼灭。来人，把这几个通敌叛国的内鬼给我一并拿下！大将军，你没死！大将军威武！大将军威武！大旗万上！逆子，畜生！真以为你只是贪权揽财，没成想你竟敢割让城池，通敌叛国，甚至要谋害朝廷的定北将军！你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还有没有江山百姓？父皇，儿臣冤枉，儿臣是被人陷害的。陷害！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狡辩？来人，全部打入死牢，秋后问斩，抄家灭族！陆青，你此番不仅大破敌军，更替大齐拔除了这等毒瘤，功在千秋。传朕旨意，封顾青兰为镇国公，受大都督之职，将士云数，辅佐有功，特封为一品诰命夫人。臣父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江云舒，凭什么？凭什么再来一次你依旧过得比我好？你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你等着，等我重新来过，我一定选择顾星兰，我一定能胜过你，我要把你踩在脚底。江云娇，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你能有今日，全凭你那贪婪又愚蠢的心性。就算再给你100次重来的机会，你也依旧会是这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云舒，别看他们了，不值得脏了你的眼。那些曾经亏欠你、伤害你的人，都已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从今往后，不会再有任何意外，我们日后的生活一定会幸福美满，风生水起。我们回家。